接上回，今天和大家一样，又是发大财的一天。这次赚的可比卖红果的10倍还多。叶秀云从镇上数到满水村都没有数清楚一共多少钱，只是到家的时候，建房子的材料都已经堆放在旁边的空地上了。前姐儿，明天动工，今晚就要破土，明天爬房，重新打地基。虽然咱家不管饭了，但是茶水还是要给工人准备的。娘，明天我去出摊，你留下看着吧。还是娘去吧，镇上路程远。你一个人万一遇到啥危险咋办？娘，在荒年已经过去了，难民官府也都安置了，外面没那么乱，咱们去镇上这么多趟，哪次遇到危险了，你就放心吧，没事的。次日一早，顾钱钱准备去套牛车的时候，却发现牛车已经套好停在大门外了，而牛车上已经坐了一个人。顾婶儿让我陪你去镇上。那个我自己去就行的，不用麻烦你了。上车。钱姐儿，我和小宋说好了，让他送你去镇上。你自己我实在不放心，你到镇上记得请小宋和江夏吃好的，别让人家白白帮咱忙。知道了，娘。叶秀云在家里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一个人过来，就匆匆赶到李正家，想要李正给想想办法。这盖房子没人可不行啊，却不想李正今天根本不在家。一想不对劲，葛家也是今天盖房子，转身就去了葛家。大家伙受累了，都喝点水吧，屋里菜已经下锅了，到时候大家吃饱了继续干活。要我说呀，你们这真是运气好，遇到人葛家这么心善的，看你们不容易，哪怕不缺人，也让你们留下来干活了。可不是嘛，人家葛家可大方着呢，一天给10文钱，今天开工，给大家准备了饭菜，还烧热水给大家伙喝，哪里像那顾家抠抠搜搜的。他们家摘了咱尊满山的红果去挣钱，都盖那么大的青砖大瓦房了，一天就给5文钱，还不管吃不管喝的。那地主老财主也没有这么黑心啊。有从顾家过来的，听到这话立马松了一口气，不然可就被顾家人给坑惨了。赵三嫂可是有确切的消息，顾家一天就只给5文钱。那些留在顾家的可真是傻，现在干得起劲儿，怕是之后被坑了哭都没地方哭。可不是，同样的活儿差了那么多钱，这顾家是把咱们当人打头呢？别这么说，我看顾家丫头是个干涉的人，应该不能干出那种事来。刘大贵，你啥意思？你要是不想干，现在滚回顾家那边也来得及。刘大贵瞬间不吱声了，他其实就是被赵三嫂给忽悠来的，一来就后悔了。他准备等晚点去顾家那边问问，这个家之前能干出那么阴损的事儿，他心里也是害怕。哎呦，这可不是顾嫂子吗？听说你家今天也盖房子，应该忙得脚不沾地才是，咋还有空来我家了呢？朱氏，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都是李正给我家联系的，说好了要给我家盖房子的，你都拉到你们家来，是故意不让我家盖房子是不是？我说顾嫂子，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这大家伙又不是给你家签卖身契了，咋就必须给你家干活了呢？这是提前都说好了的，就算你们不干了，也该说一声，偷偷摸摸直接撂挑子走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这话说的就不好听了，大家伙都是卖苦力挣钱的，你家摘村里的红果去卖，挣了那么多钱，现在盖大房子了，却给村里人那么点工钱，连饭也不管，未免太黑心了吧？顾嫂子大家伙一年到头也都靠这点苦力挣点钱，你们也不是穷苦人家，房子都盖那么大了，却欺负村里人，给那么低的工钱，这的确不合适。如今葛家心善，一天给10文钱工钱，今天开工还给做了开工饭，大家也不过想有个好的选择而已。顾嫂子就不要在这咄咄逼人了。程氏一番话说的无奈，最后带着几分请求，让叶秀云不要过来逼迫人。这一番话让那些原本还觉得有些羞愧心虚的人，顿时觉得叶秀云欺人太甚。我们给谁家干活是我们的自由，咋还带强迫的？让我们给你家低价干活，凭啥？就是这顾家人怎么这样啊？他们压低工钱，还不让我们给别人干。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不干了，至少告诉我一声。大家没说，那是给你们家留面子，没想到你还给脸不要脸，非要跑过来自找没脸。顾嫂子，你也别怪我，我这人素来心软，村里人冬日难过，也不能出去做工，挨过一个冬不容易的很。我们家正好盖房子，我就想着给村里人多点工钱，哪怕我家过得紧点，但能帮衬就帮衬些。那一时间，所有人看向朱氏的目光都充满感激，只觉得他们是走了大运，才能遇到葛家这样的人家，而顾家则是成了有钱却黑心的。谁说我家的工钱给少了？
一人1天可是1天5文钱叫不少。我说也是你这稀释灌了多少黑汤子？放屁！你个哒哒哒，瞎说什么？什么5文钱？我们家1天可是给15文的工钱，你们打听打听，这也叫少？不可能，我可是亲耳听到了，你们家1天就5文钱。呵呵呵，你一定是现在把人拉回去，说给15文，谁知道回头会不会反悔不认账？原本震惊后悔的一些人听到这话都冷静下来，但也还有人心生幻想，万一顾家真的给15文呢？赵三闪，好大的胃口，一口就要吞掉我家10文钱，谁给你的胆子？在我们家的事上还指手画脚了，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叫你了吗？真是好大的口气，还敢欺负我家小云云，我和你拼了！你们这群黑心烂肺的！娘，真的是你吗？娘，原来是去镇上的顾浅浅刚刚赶了回来，来人是谁？又会有怎样的故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婶子，不是还有头没磕呢？顾丫头，你还真是睚眦必究的理不饶人啊！焦玉，跪！葛娇玉早就吓得花容失色了，此刻更是哭得崩溃，娘竟然也还让她给这种低级的乡野丫头下跪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顾浅浅冷眼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葛娇玉，眼底没有丝毫波澜。若不是葛娇玉提及这么羞辱人的做法，她也不会让一个小姑娘做到这一步。哎呦，自作自受！哎呦喂，她还委屈上了。之前还以为这个家人好，是好相处的，现在看来，一家子都是小人，这种人往后可不能来往了，一不小心得罪了，指不定被坑成什么样的。就是说，我得回去和我家那丫头说，以后也得离那个葛娇玉远一点。我姑娘单纯着呢，肯定玩不过她。之前我还和我男人说到时候葛家盖房子来帮忙呢，现在看来给多少钱都不能来了。一群人说着话出了葛家院子，听着那些人说话，诸氏脸色一片惨白。他们来满水村所营造的形象，一夕之间全部崩塌。娘，我怎么办啊？那顾浅浅这么羞辱我，我不想活了。玉姐别怕，有娘在，你的名声就坏不了。若是你名声坏了，那顾家也别想好过。一群乡野村夫也配来指责我玉姐？今天是被算计，来日我定要让他百倍奉还。事情过后的第2天，李正就第一时间来到了葛家。有名啊，你家咋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来？过分了！作为一个村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样在村子影响很不好。李正，这个事都是我家那婆娘弄的，弄成这样，你看看。我昨天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下不为例。你们是新来的这个村的，又是第一次。我这么说吧，已经有人提议让你们搬出去了。但是既然来到这个村，这个事我希望下不为例，大家都安分点，别让我不好做。道理你是懂得。李正，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我一定管教好他们。你知道就好。只有花谢花满天，是你忽隐又忽现。朝朝有暮暮朝暮间，却难勾勒你的脸。真的是你吗，娘？你们这些心肠坏透了的，满嘴瞎话，还欺负我的小云云。听到我外孙女的话没？我们家1人1天给15文，15文，你们爱干不干？回头咱去隔壁村找，还怕找不到人咋的？一群哒哒哒，真是太欺负人了。娘，真的是你吗？赵三嫂子不是说1天就给5文钱，咋成了15文？我的天，15文都快赶上在码头扛打包的工钱了。这顾家真的给这么多钱？咋了？还有人嫌多？这工钱是我早就和李正定下了，难道李正叔没和你们说工钱多少吗？李正最开始找他们的时候说是有15文呢，但是再去干活的路上了，那赵三嫂过来一个个找他们，说是有确切的消息，顾家1天只给5文钱，大家这才信了他的话。赵三嫂子，你怎么回事？为了给葛家找干活的，你咋还说瞎话骗人呢？这不是在坑我们吗？对呀，我们好好的给顾家干活，你连忽悠带骗的把我们拉到葛家来，是看不得我们挣钱是不是？1天可是15文，老赵家的你要不要来？你个大哒哒的！赵三嫂子在听到顾家说1天给15文工钱的时候，心中那是后悔啊！原本他也可以给顾家干活的，如今这不是笑话吗？不可能，我是亲耳听到那小潘是说1天就给5文钱的。顾家这会是看没人干活了，才来忽悠你们的。你们傻乎乎的回去，指不定到时候给不给钱呢。那红果生意都被我黄了，怎么可能还敢花那么多钱雇人盖房子？
一定是在强撑。原来早上到了镇上，顾浅浅安顿好摊位，就把他交给了宋时宴和江夏，他就去找牙行雇人去了。而在这里又遇到了原主重要的人。姑娘脸生是第一次来咱们牙行吧？咱们牙行是这清溪镇最大的，不知姑娘是想要些什么？你们这里可有会木匠活的，最好手艺精湛一些的。有，姑娘你来我们这就来对了，我们这里什么样的都有，包你满意。不就是木匠活，我去给你找找来。老婆子，赶紧给我走开！你再捣乱，我就弄嘎你！陈爷，当初你顾下范家4口的时候，可是答应好了的，就算顾也是把他们一家4口一起雇出去，不能分开雇的呀。别动叶婆婆，我去洪家，我去，你们不要动叶婆婆。你们敢动她一下试试？哪里来的丫头，敢在我们荣盛牙行闹事？外头的日子过好了是不是？不守信誉的荣盛，我若是把你们的恶行告知官府，我看你们这牙行还开不开得下去？哈哈哈！好一个大言不惭的小丫头，去官府告我们！我求求你，你快点去！浅姐儿，怎么会是你？听着这一声哭腔，让顾浅浅身子一震，一股强烈的情感抨击她的心灵。放心，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路我会替你走好的。外婆，是我，真的是我的浅姐儿，你还活着，真好，真好！没想到我老太婆临嘎前还能见到我的外孙女一面，老天爷开眼了。外婆，我们一家都好好的呢，妈、菜头、乔姐儿都在。这几个月，他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老头子搭在逃荒路上，几个儿子又把他抛弃了，在万盛府遇到了顾家人，又被这一群黑心肝的给骗了，说是女婿一家全部人都已经没了，还在那哈哈大笑，那时整个人万念俱灰，差点就没撑下来。外婆别哭了，没事了，都过去了，走，我带你回家。真的是我的浅姐儿，我没做梦，真的是。外婆，走，我带你回家，我们有家。浅姐儿，外婆能见到你，知道你们娘几个很好，已经是无憾了。外婆在这里很好，你和你娘他们也要好好的，知道吗？不用惦记外婆。叶老太贪恋地看着顾浅浅的脸，并没有打算离开。虽然当初她只是为了一个杂粮饼子而到了这牙行的，但是要是走就麻烦了。外婆，我一定要带你回家，什么苦都吃过了，咱不怕，以后都会好好的。外婆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可外婆一把年纪了，算了，不中用了。浅姐儿啊，你们这是遇到啥事了？遇到啥事都能扛过去，可不能做糊涂的事情啊。没事的，外婆，我是来雇人的。雇人？这本来是打算雇个木匠回去的，不过没想到这荣盛牙行竟是这般。最终在顾浅浅的一番说辞下，用低价雇到了一家木匠4个人，还把牙行生意打了个对折，外婆也接回了家。好，我就知道我闺女是个有福的。我的云儿在哪里？大姐，你这么早就回来了？菜头、乔姐儿。外婆，真的是外婆，我不是在做梦。大姐，你找到外婆了。小小的江夏早就没了家人，此刻看着这幅重逢的画面，心里酸涩羡慕得很，眼眶不知不觉也红了。他们还要叙旧，我们先回去。你娘呢？咋不在家？大姐，外婆，工人没有来我们家，都去葛家了，娘她就去葛家找人了。外婆，你先进屋歇会，我去看看。大小姐，我们和你一起去，若是有人敢欺负夫人，有我们在呢。你们先在家里收拾一下，东屋没有炕，你们看看搭个床，弄个炉子，等回头再给你们安排住处。顾浅浅和外婆刚刚赶到葛家，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顾嫂子啊，我也是稀里糊涂被拉过来的，我是还要给顾家干的，但我这是做的不地道，我也不要啥15文了，就和葛家一样，10文钱，我回去给你们家干。刘大贵咬了咬牙，他这人平日里没啥能耐，但就要一个脸面，这事儿本就是他做的有问题，他也不想舔着脸回去拿顾家的10文钱。我们之前说好了给顾家干活的，我们也和大贵哥一样，10文钱就行。你们要是想继续留在葛家干呢，我们家也不强求，毕竟人各有志。哈哈，原来是三嫂子听错了，既然都是10文钱，大家给谁家干都不吃亏。我们家人没那么多讲究，大家自己考虑考虑，想给谁家干都行。哎，不过呢，今天看大家伙干这活也都不容易，虽说10文钱不少了，但是看大家这么辛苦，我心里也不落忍。这样以后我们家每天管一顿饭，都是简单的家常便饭，大家莫要嫌弃就好。一听这话，葛佑名气的脸色铁青，可这么多人看着，想着女儿那已经不太好的名声，几乎是忍着心脏的疼，才没有开口说话。葛家嫂子放心，既然咱来了，就肯定踏实的干，好好把你家这房子起来。既然大家不愿意走，
你们也别强求了，那你们请吧。既说好了15文，就是15文。我顾家不是那等出尔反尔的人。各位回来，我顾家依旧是这个工钱，葛家人也要忙着干活。外婆娘，咱们回吧。顾浅浅说完，扶着叶老太转身就走。叶秀云此刻什么都顾不上了，任由叶老太拉着走，满眼都是面前的小老太太。你给我进来！接上回，在顾浅浅的强势干预下，那些被赵三嫂拉到葛家干活的人，听到有15文工钱，又回来继续干活了。大家伙都有，先缓一缓，开个简单的小会。今天呢是我家开工，没能及时和大家伙说清楚工钱的事儿，是我的疏忽，在这里我给各位赔礼了。这是哪的话？之前李正就说过一嘴顾家工钱有10几文，只是李正今天不在，铁牛来给我们传话，没有细说，又被赵三嫂给忽悠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顾家是不能差事的。我现在正式和大家伙说一下，工钱每天15文钱，但是我家活忙，就不管饭了，大家中午可以回去吃。大家连连点头，一天都给了15文，那是堪比镇上的工钱了。他们咋还好意思让顾家管饭？不过呢，今天我们顾家有大喜事，我家前脚儿从镇上买了菜肉，请大家吃饭，也就算是开工饭了。众人听到今天也有开工饭，并且还有菜肉，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卖力气。安排好人工的事，叶秀云就拉着叶老太去了江夏家，眼里只有这个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亲娘，压根就没看到家里还多了4个人。娘啊，真是多亏了钱姐儿啊，不然我这辈子怕是也见不到你们了。咱们钱姐儿是个有福的人。娘啊，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谁的外孙女不是？咱家钱姐儿那是天底下最有福的人，以后咱家会越来越好的。还以为你们和那黑心肝的老顾家分开了，你带着几个孩子能硬气起来。今天这事儿明明就是那户人家不占理，你还能让人家给欺负，你说你这性子咋就没一点随我呢？娘，这不是你们来的太快了吗？要不然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画一道彩虹，就把他们这些哒全给收拾了。行了，以前你在娘家的时候性子就软，去了顾家若不是有远桥护着，指不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呢。没想到还得靠钱姐来撑着这个家。放心吧娘，以后有我在，那些哒的要是再敢欺负人，我就和他们拼命，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叶老太无奈又心疼，毕竟自己这闺女的性子从小就是这样，和她那几个心狠的哥哥就像不是一个娘生的一样。嘿，另外2个倒是有脾气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心狠的连他这个娘说扔都能扔。现在你没有远桥护着，千根也不在，你这个当娘的，以后你必须给我硬气起来。知道了娘。顾浅浅那边看到江夏和宋时宴不在，就去找他们了。现在家里盖房子，也是暂时住在江夏家，而他就去了宋时宴。顾姐姐，今晚我打算做些好吃的庆祝一下，等饭好了，我让菜头过来叫你。你们家的红果生意还做吗？等明年山上红果成熟了再说吧。我去看了，有几棵红果树并没有在深山里，如果你还要，我去给你摘。不用，如果我家还想做的话，我到时候去看看。不过这2天不一定忙得过来。顾浅浅回到江家的院子里，看着被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院子，就见范文良和范小葵不知道去哪儿了。范小宁和林氏正在那里端着水盆各种擦洗。钱姐儿，你咋忽然雇了4个人回来？咱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就是个普通村户人家，咱能不能低调点？况且咱家也没谁需要被伺候的。刚刚那小丫头一上来就要给叶秀云捏捏肩揉揉腿，可给她吓坏了。娘，你还记得我之前榨的油吗？顾浅浅又和他娘解释了一大堆，技术、工厂、工具、人才都和他解释了一遍。听着顾浅浅的话，他恍然大悟，又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这家4口也算是意外，不过好在范家父子都会木匠活和铁匠活，林氏也可以干各种杂活，包你做卤味。至于范小宁，以后就让他跟着乔姐儿，也算是有个玩伴。还是钱姐儿想的周到，这么多事情都想得那么具体。不过我也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幸运的遇到外婆，这简直就是咱们家天大的喜事。我在镇上买了很多肉菜，今天要下厨，连带着干活的帮工，咱家好好热闹庆祝一下。好，我来打下手，咱们确实要好好庆祝一下。不用，有范家人帮忙，你就陪着外婆就好，好好说说话。此生若是再见，心中定是还有千言万语。且要细细说来，林氏干活很是麻利，也非常有眼力见，心底里无比感激这一家的收留。哎呦喂，我的顾大嫂子哎，闹大误会了呀！潘婶来了。顾丫头啊，
我这刚刚听到葛家那边的事儿，你可别听那赵老三家的胡咧咧，我可是没说过那样的话。潘婶儿别急，我知道潘婶儿不是那样的人。潘婶儿若是没事，就留下来帮我干点活吧。我家今天有喜事，邀请大家伙吃饭，这活多也忙不过来。婶子帮我打下手，晚上也留下吃饭。你刚刚说有啥喜事儿啊？盖房子啊？不是，是我找到我外婆了。哎呦，我的个乖乖，这逃荒走散的还能找着，这可得是老天爷保佑走了大运啊！老婶子找到了，我得去看看，这可太不容易了。没一会，屋里就传来几个妇人大嗓门的聊天声，还掺杂着哈哈大笑。没一会儿，小潘是笑眯着眼睛从屋里出来了，然后就二话不说开始干活。而葛家那边听到顾家还是给15文，一个个肠子都悔青了。朱氏又被葛佑明叫到屋子里臭骂了一顿，葛娇玉躲在屋子里气得直掉眼泪。大家先吃饭吧，吃完饭再继续干。这群人干活的事儿一个两个都提不起劲儿，听到吃饭来的比谁都快，还吃的比谁都多。哎呀，你们也不用觉得亏了，我刚刚去那顾家看了。顾家看着葛家管饭，也跟风要准备开工饭。你们知道那顾家准备了啥吃食吗？众人听到这话，瞬间都看向赵三嫂。那顾家能给得起15文一天，那管的饭能差了？朱氏也是这么想的，顿时也气得狠狠瞪他一眼。猪下水，那顾家竟然给村里人吃猪下水，这简直就是没把他们当人看。那东西，有钱人家也不过是喂狗的东西。那玩意能吃吗？多臭啊！就算吃不起肉，也没人吃那玩意呀。就是啊，那顾家看着不是挺大方的吗？咋还给人吃猪下水呀？之前他们家不就买猪下水吃吗？要不说这顾家日子过得好，能盖青砖瓦房呢，平日里可够省细的。众人听到这话，没人接茬。那猪下水虽然不是人吃的玩意，但也是花钱来的，至少他们可舍不得钱买那东西。赵三嫂气的鼻子都青了，她现在心里难受得很，迫切的需要有人和她一起骂骂。接上集，叶老太终于找了回来，距离一家团圆又更近了一步。没想到我叶秀云今天也能吃上席了，各位今天辛苦了。今天呢，既是我顾家开工，又是我娘回来的大喜日子，大家不用客气，都吃好喝好。娘啊，你多吃点，你看看你这一路上受了多少苦。不苦不苦，我是来享福的了。每桌都是4菜1汤，汤是萝卜粉丝汤，还算是常见，可4个菜全都是硬菜啊！我的个乖乖，这菜也太顶了吧！去年咱村条件最好的二牛家娶新媳妇，席面也没这么好啊。清澈，那能比吗？二牛家当时最好的菜就是炖了一大锅的野兔子，一桌分点。你看看这一盆鸡鸭拼起来至少得1只了吧？直到后面的大白米饭上来，议论声瞬间戛然而止。别问，就是忙着多吃一碗饭，这可不是米汤，更不是粥，是蒸的干的白米饭。妈呀，这顾家不是说不管饭吗？咋给吃的这么好？这有啥吃头？不就是装个样吗？哼，谁不会呢？有啥好看的？一群头发长见识短的。呵呵，我看你是嫉妒吧？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哎呦喂，这不是赵三嫂子吗？快，里面请！今日我家大喜事，怎么能少了你呀？有啥好嘚瑟的？别走啊！哎呀，这赵三嫂子就是客气，让她来吃个饭还不好意思了。顾嫂子，她也就是胡咧咧的瞎说八道，咱可不要和她一般见识。那桌子上的菜什么都没剩，每桌人都心照不宣的悄悄拿了一些东西回去给家里人。毕竟日子本就不好过，葛家那边人知道后恨了，他们吃的那是啥清水白菜，心底都怪那个搅屎棍赵三嫂子。待所有人都离开了，范家人开始收拾东西，虽然有林氏和范小宁、小潘氏帮忙，也累得够呛，干脆直接进屋里去了。哎呀，要说这也多亏了前姐儿脑子灵，记性好，小时候他外公和他讲的东西都记得，这一路上可是起了大作用呢，要不然我们日子哪能过得这么好啊？啥？他外公？娘，我洗好了，你快去洗吧。你这孩子忙晕了头了，我早就洗完了。那是我忘了，外婆还没洗吧？瞅瞅你累的，赶紧上炕睡觉，你外婆也洗完了。叶老太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外孙女，再想想女儿刚刚那话，心里虽然不解，但似乎也察觉了什么，没再追问。第二日，顾钱起来的时候，范家4口都已经起来了，开始忙活起来了。大小姐，饭已经煮上了，等夫人和老太太他们醒过来之后，就可以开饭了。以后这样的称呼可不能这么喊。大小姐放心，这事儿昨天我男人已经和我们都说过了，
一定不会给家里惹麻烦的。吃过饭，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顾浅浅就去了宋时宴家，而叶秀云就带着叶老太他们几个去了镇上。你这是要上山？有事吗？上次你说的红果，我想问问大概在什么位置，我想过去看看。之前教村里人制作红果的方法，他是有些小心思的，但是有好几家买了白糖，事后怕他为难，也没有找他退，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去。好，我们这就出发。另一边，叶秀云带着叶老太和范小葵去了镇上，叶老太则是打算跟着去看看卤味生意到底怎么样。顾家的牛车刚刚到清溪镇，2辆大马车则是从清溪镇缓缓驶离。哎呦，今天是大妹子出摊啊！哦，你家昨天咋没出摊？可多人来问咧，还以为你家不出摊咧。昨天家里盖房子，有事情没有来，忙完了，今天就过来了。哎呦，你们家可算出摊了！我惦记这卤味惦记了2天了。你家昨天咋还没出摊呢？不是天天出摊吗？你要废话上一边废话去，给我来5个鸭掌，5个鸭头，鸭脖来2根。这人有病吧？那些东西有什么吃的？没2两肉还脏兮兮的。老板，给我来1斤胸脯肉，鸡鸭的都要。看着这没一会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摊位，叶老太哪里见过这镇长，被吓了一大跳。范小葵也是第一次没经验，被弄得有些紧张，在嘈杂声中一会儿就卖完了。我还要买一点。这位大哥，抱歉了，卤味已经卖完了。怎地这么快？不好意思了，明天请早吧。老爷前天就想吃这卤味了，昨天这家人没出摊，今天倒是出摊了，可谁想到这么快就全都卖光了，都还没有半个时辰。大姐，要不你再仔细找找，看看还有没有了。我们家老爷就想尝尝鲜，你搜刮搜刮，有点掉下来的碎肉也行。嗨，我家这卤味呀，味道那是一绝，你家老爷喜欢也是我们的福气。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等等啊。叶老太从几个盒子里左扒拉出一块碎肉，右扒拉出一块土豆，拼拼凑凑，凑出一点点零碎的渣渣。呵呵呵，那个尝尝味，尝尝味，这些不要钱。谢谢，明天我一定赶早。东家，这家好像生意太好了，我们酒楼的生意现在可是……想在清溪镇做生意，还得要问过我同不同意。我同意了。4大户这关也还没过，去打听一下他的底细。好的，东家。此刻，一辆大马车正在驶入满水村，后面还跟着一个同样大的马车。你确定他家是在那什么满水村？少东家，我当时特意问了的，就是满水村，肯定不会出错。竟然是这么巧，也在这清溪镇。哎呀！怎么了，忍冬？还能不能好好驾车？你少爷，我出趟门容易吗？少东家，不好了。好像是撞到人了。怎么，姑娘，你有伤到哪里没有？没事的，公子，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忍冬给这位姑娘赔钱，是我们惊到人家了。不用，公子我没事，就是脚崴了一下，你要是有心送我回去就行了，不碍事的。哎，算了吧，这不是耽误我的事吗？葛娇玉却是低着头，以自己最完美的侧颜对着傅聪，想着自己刚刚遇到这华贵马车时内心的激荡。我怎么可能要他的钱？我这样没有贪念的，定然是会让这些有钱人家的少爷对我另眼相待的。顾浅浅，你给我等着，到时候看看你能不能笑出来。一旁的傅聪若是知道他心中所想，一定会跳脚。他哪里是愿意和他同乘一辆车，而是后面那辆马车塞得满满的，根本坐不了人。接上回，今天又是叶秀云收摊最快的一天，才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他家的卤味连渣都被买完了，甚至还有几百人在排队。发大财了，发大财了！等一下一定要去吃一顿豪华大餐。小云云，今儿咱们多买些鸡鸭回去，还有萝卜，家里好像也没有了。生意这么好，明天多多准备些。不急，娘，咱们今天吃顿好的再回去吧。行，咱们几个就去吃顿好的。当叶秀云带着他们来到一处大城市，叶老太和范小葵都出来，范小葵更是站着直到底下，甚至有点怕一会儿会有伙计过来赶他走。小云云，咱们虽说挣了点钱，但是也不能这么造，这地方可不是咱能来的。走，去前面买2个肉包子就行了。娘，这咱都好好工作了，咱吃得起，不差这一顿。走。夫人，你们去吃，我先把那些买的东西放到牛车上去，等你们吃完了，我再过来接你们。夫人和大小姐不仅救了他们一家，而且家里顾家吃什么，他们一家就吃什么。楚门下馆子，还是这么大的酒楼，他一个下人怎么能上桌一起吃？坚决不行的。行了，别废话，
我的话不听了是不是？几位要吃点什么？原来是他们几个，看来是挣足了银子。不过那又能有多少呢？小二哥，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客官现在是饭点，我们很忙的，你就说一下你准备了多少钱，我给你上菜就完事了。怎么，你们这里客人吃什么都是店小二说的算不成？什么时候伙计都能帮客人点菜了？就你们手里的那点银子，以为还能吃什么？这么说是给你们面子，不然一会儿又说吃不起要赖在店里。你们这些银子够不够在你们这点菜了？够了，几位客官要点什么？菜单在这里。就这几样吧。叶秀云看着楼下人来人往，长右街是清溪镇最繁华的地段，周围卖什么的都有。没一会儿，菜就上来了。叶秀云让两人赶紧动筷子。好吃，这肘子好吃，这个虾仁也好吃。娘，好吃你就多吃点，多吃点。菜头，小葵你也多吃点。等到5人吃完，叶秀云准备招呼店小二结账的时候，就见店小二忽然领着一个穿着锦衣的男人走了过来。这位老夫人，不知本店的菜品还合胃口吗？还行，凑合着吃吧。我刚刚看到你们的牛车，我们伙计将牛拉到后院去喂草料了。那可真是麻烦了。应该的。我刚刚看到你们牛车上拉的东西，冒昧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就是在长右街街尾摆摊的顾记卤味？对，那就是我家的，是我外孙女儿研究出来的。这卤味我们也有所听闻，之前我凑巧尝了尝，味道的确不错。而你们天天这样奔波，想来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如我开个价，你们把卤味配方卖给我们如何？叶秀云波澜不惊，已然早就猜到了他的意图。叶老太和范小葵却是震惊不已，这样的大酒楼竟然想要买他们家的方子。抱歉了，掌柜的，我们并没有卖配方的打算。先别忙着拒绝，我叫少琴，是这家酒楼的掌柜的。我们买下这配方，但你们同样可以继续做这个生意，只是不能把这个配方再卖给别人，这对你们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生意可以继续做，还能额外拿到一笔银子，何乐而不为呢？一群土包子，这么多钱一辈子都估计没见过吧？呵呵，看这样表情，估计是还想讨价还价，捞点便宜。我岂会不知道你们这点小心思？抱歉，不卖就是不卖。不卖，我们掌柜的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你竟然说不卖？我们只买方子，唯一的要求是不许你们再卖给别人，还让你们能继续做这个买卖。你们可不要给脸不要脸。结账。我劝你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我这边愿意出20两银子买你的方子，已经是很有诚意了。你要知道，一般的菜方子最多也超不过10两银子。看来掌柜的也对我们家的卤味很肯定，既如此，那就更不能卖了。如果你这次拒绝，下次想要卖，可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叶秀云付了银子，头也不回，带着他们就离开了。什么东西啊！掌柜的你肯出这么多银子买他们的卤味配方，这群人竟然这么不识好歹！放心，给我等着，他们早晚会求着把配方卖给我们的。另一边，去山上找红果的2人组也回到村子里，只是宋时宴身后拉着的那一串柴狗，可是惊到了村委正在盖房子的众人。我的天，这一串是柴狗，竟然有人能猎到这么多柴狗！这宋小哥儿也太厉害了，这柴狗要是遇见都是一群一群的，速度又快，牙齿又利，遇到了有没有命回来都不一定呢。没想到宋小哥儿竟然能嘎了这么多。有来给自家汉子送午饭的妇人见状也都吓了一跳，尤其是看到顾浅浅也是从山上下来的，身上脏兮兮还沾染了血迹，一个个都吓得不轻。浅浅啊，你这是也跟着上山了吗？咋弄成这样？天啊，没受伤吧？我没事，不小心沾到了血而已。之前宋时宴说山上还有红果树，我今天让他帮忙带路去找了找，果然找到一片，位置虽偏，但是不在深山，也算是安全。如果大家对这红果买卖还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位置告诉你们。你这孩子咋能为了点红果跑到山里去？多危险啊！要不是有宋小哥儿在，你一个小姑娘，你说你……赵周是心里是真的忍不住的滚烫，没想到顾浅浅竟然还记着他们，特意上山去给他们找这红果，让他心里感动的一塌糊涂。你这是去找红果，遇到了这么些柴狗？是，我们是找红果的路上遇到的这群柴狗。那可真是太危险了，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你若不嫌弃，就叫我一声莹姐姐。你之前毫无保留的教我们做冰糖葫芦，后面又让我男人来你家做工，一天给那么多的工钱。而现在你又为了我们冒着危险去山上找红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了。其实只是凑巧，也不是为了找红果才遇到的。哎，我们都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和我家男人说，让他一定要好好干活，绝对不能糊弄，天不亮就来上工，天黑了才能回去。啊，对，我也要叮嘱我家男人，千万不能偷懒，不然
腿都给他打断了。顾浅浅被一群妇人热情地围在一起，各种花式夸他人美心善，属实招架不住，把那片红果树的位置很清晰地描述了一下就溜了。还有一边一前一后2辆马车刚刚从村口经过，村子里很多人见都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马车。真是多谢公子送我回来，不然小女子怕是要露宿郊野了。我的天，那车里的是葛娇玉吧？那马车是去葛家的。我的天，都坐马车上了，那和这马车的主人关系一定不一般，难不成是葛家的亲戚？可拉倒吧，葛家要是有这样的亲戚，还至于来我们满水村落户？那你说能是啥关系？就是不是亲戚，肯定也不一般，不然能让葛娇玉坐上那马车。这么想着，众人都开始往葛家去了，想要凑凑热闹。村里平日本就没啥事儿，一旦有点新鲜事儿，村里人都爱凑个热闹。这位小哥，你们是路过我们满水村吗？可是要去什么地方？快进来歇歇脚，我让我男人给你们指指路。娘，是我。玉姐不是说在家里心情烦闷，要出去散散心，咋一回来还带了个男人回来？还坐上了这么华贵的大马车。公子，这就是我家，多谢你送我回来，不嫌弃的话，还请姨不到家里喝杯茶水。大可不必。公子是来找人的吧？不如先到我家坐坐，到时候让我爹带您过去，也省得您走弯路不是。而且我坐着公子你的马车回来，我家人怕是会误会什么，我家家教森严，还请公子和我爹娘解释一番，不然我……你家家教这么严，那你还上我的马车做什么？哎呀，算了，行了，我下车行了吧？搞得好像我在马车里做了什么一样。而远处那些好奇打量着这边的人都看到葛娇玉和一个俊朗的富家少爷一前一后下了马车，顿时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公子莫要嫌弃，我们家正在盖房子，只是暂时住在这里。你家女儿被我家马车不小心刮碰摔倒了，我送她回来，茶水就不必麻烦了。你们这满水村可是有一户姓顾的人家。啥？是顾家？这么英俊又有钱的富少爷，竟然是来找顾家的。葛娇玉脸上的血色也瞬间褪去，整个人险些站不住，心底对顾浅浅的嫉妒已经要冲到了顶峰，双眼发红。原来您是来找顾家的，不知道您和顾家是？我和顾姑娘是挚友，生死之交。他不是傻子，顾浅浅当初在府城，并不是非要以富士医馆的名义来拿出那瘟疫方子，自然是看在逃荒的那点情分上，才让医馆在府城周边的名声大噪。那可不是在府城开医馆积攒人气就能做到的。那顾浅浅哪里比得上我了？没我大，没我美，凭什么他就能认识上这种身份的人？这不就巧了吗？我家娇玉和浅浅可是最要好的朋友，这可真是太有缘分了。一会儿就让娇玉带你过去。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巧，公子你竟然是来找浅浅的。不过他今天出去了，好像不在家，应该还没回来。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先在我家等等，到时候我带你过去。不在家？去哪里了？外面天冷，不如公子先进屋，我和你细说。我和浅浅都是逃荒到这满水村的，情如姐妹，她的事情我都知道。傅聪听到这话，立马来了兴致。既然顾浅浅不在家，他倒是也可以纡尊降贵的进屋坐坐，打听一下。而外面那些看热闹的人，见那位富家少爷竟然真的进了葛家临时搭的草棚，一个个都惊愕的瞪大了眼睛。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片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小云云，这歌唱的不错，下次就不要唱了。接上回，叶秀云家的牛车刚刚到了满水村，就见村头的大树下，一堆妇人扎堆在那里聊着什么。顾嫂子啊，你可算是回来了呀！大妹子，咋了这是？顾嫂子，我和你说个大事儿。大妹子要说啥事儿？就是那个家，我的天爷，他们家今天来了2辆大马车，可豪气的嘞！葛娇玉就是坐着那马车回来的，马车上还有个长得可俊的富家少爷了。没想到他们家还有这样有钱的亲朋，我还以为啥事呢。你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算啥事啊？管他家来不来大马车呢？这是小事儿，那葛家和你家不对付，这会儿有了那么有钱的少爷做靠山，还指不定要做啥妖呢。叶老太闻言立马警觉起来，那个家他可是有印象的，他到这村子第一天就看到那个家欺负他闺女，他能不记得吗？哎呦喂，浅浅大事不好了！婶子，怎么了这是？
那个大马车往这边来了，一定是葛家仗着有靠山在，来找你们算账了。哎，你说这顾家这次得吃瘪了吧？这葛家的靠山一看就不一般，这大马车，我看镇上的员外老爷都不一定能坐这么好的马车。说不准人家顾家也在镇上做买卖的，说不定也有啥靠山呢。再说了，这顾家和葛家也没啥大仇，不至于闹得多难看。我就想看看这大马车，嘿，真气派，要是能摸摸就好了。还没啥大仇呢，之前人家顾家做的红果买卖为啥不做了？不就是那葛家把满山的红果都给摘走了，还埋后院了，明显就是看不得顾家好。还有这次盖房子，两家也较劲呢。马车上，葛娇玉勉强维持着微笑，心里已经慌得不行了。跟着马车走的那些人，虽然说的话听不清，但是他能猜到内容。要是我这次能和这顾浅浅打好关系，以我的美貌、智慧、能力，自然能结交到傅少爷这样的人。到时候我就把顾浅浅给踩在脚下。你咋还笑呢？这马车上的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大小姐，你后退，这里有我呢。这个家真是个狗皮膏药，竟然找到家里来了。我管他什么有钱没钱的，敢欺负我外孙女，谁都不好使。前姐儿后退，娘来也。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还敢来我们家。小云云、钱姐儿，你们都往后退，有我在呢。外婆你慢点，别摔着了。钱姐儿你别怕，管他什么可家皮家的，要是再敢欺负你，我就和他拼命，大不了一换一。有钱怎么了？有钱就能不讲王法了不成？这个顾家看起来都是猛人啊，一会儿不能打起来吧？不能，那大少爷就带了3个人，顾家这么多人呢，打也打不过，估计就是来吓唬吓唬。不过顾家也不敢动手，要是真敢把人家给打了，人家回去指不定派来10几20个家丁，把顾家给砸了。少爷，我们到了。浅浅，我听说你回来了，立马就过来了。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我这些天寝食难安，就想着找个机会过来给你道个歉。原本咱们关系很好的，不该因为一点小事误会就闹得生疏了。葛姑娘这话说的有意思，咱们之间可从来没有什么误会，咱们又有啥关系啊？傅少爷，这就是浅浅家，我和浅浅之间有点误会，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我先回去了。这个是那小丫头的娘亲，这个是她弟弟，这个是她小妹，那个顾浅浅呢？咋就不见？葛娇玉一看到傅少爷在那眼神摇摆不定，都没有落到顾浅浅身上，好像和他也没那么熟，感觉自己又行了，机会又来了。傅少爷，你在找什么呢？哎呀，顾婶子，真是许久未见，一切都还安好吧？不知是否还记得在下？是你啊，傅少爷，这不就是之前在破庙里花了20两银子买了好多肉串的那个人傻钱多的大少爷？这次来了，不会是又想来吃烤肉了吧？婶子，那顾姑娘不在吗？什么情况啊？这大少爷怎么看起来竟然像是认识顾家人一样，真是精彩了。这顾家和葛家竟然都认识这大少爷，就是不知道这位大少爷会站在谁那一边了。少爷，你面前那位不就是那顾姑娘吗？傅聪看着眼前面色白净漂亮的小姑娘，看一眼觉得有点眼熟，再看这散漫又敷衍的微笑，还真是熟悉的，让他终生难忘啊。你，哎呀，你傅大少爷，真是好久不见啊！你还真是那个顾浅浅。傅少爷倒是没什么变化，依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啊。看着傅聪看向顾浅浅的表情和之前的无奈傲气完全不一样，葛娇玉心底有些不安，步伐缓缓后退，准备离开。葛姑娘，别急着走啊，咱们的事儿还没说完呢。浅浅，我们的事儿回头再说，别让傅少爷看了笑话去。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说的？又有什么会被看笑话的？浅浅，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给我难堪吗？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就算有点误会，也不至于当面撕破脸皮吧？傅少爷和葛家认识。啥？是个什么葛家？哪什么葛家？啥意思啊？之前那葛娇玉不就是从那大马车上下来吗？那大少爷还进葛家屋里喝茶了呢，咋可能不认识？看这个意思，难道是我被人耍了？哎呦，这可丢大脸了！淡定，你之前说从我的马车上下来，怕你家人会误会，损你名声，让我去你家说清楚，还说什么你和顾浅浅情如姐妹，现在看来的确有点误会。不，傅少爷，误会都解释清楚了，本就不是大事，既然你都到顾家了，我就先回去了。自然要解释清楚的，不然以后说不清楚，损的是本少爷的声誉。这位姑娘，我们家马车虽大，但也不能占整条村路。再说我可是秋名山车神，但你在我们家马车旁边摔倒了，说是我们刮碰到你，我家少爷也没推卸责任，
已经说了赔偿你银子，是你不要只让我们送你回家。我家少爷心善，让你坐了他的马车，那就都说明白一点，也省得以后村里人误会了，以为我家少爷在车上对你做了什么呢？哎呦，我的个乖乖，这听着和镇上酒楼里说书先生讲的话本子一样，这咋能这么多的弯弯绕？只有我觉得好笑吗？这葛娇玉和顾浅浅的关系不好，是村里人尽皆知的。之前几次给顾家使绊子，现在还好意思说和顾浅浅亲如姐妹，真是满嘴瞎话，张嘴就来。我不是，我没有，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是故意的，你故意看我笑话，让我陷入这般境地，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就算我得罪过你，你也不至于这么对付我。你是不是想逼嘎我？怎么？你们家有一个富家靠山的事儿，是我传出去的嘛？自己满肚子算计完脱了，现在在这和我发什么疯？顾浅浅，你今天找人合伙算计我，想要毁了我名声，这事我不会算了，我要去官府告。看来真是给你脸给多了，真当自己是个玩意了，不爱搭理你还跟我蹬鼻子上脸，谁管你的臭毛病？你个哒哒哒，从哪来的给我蹦回哪里去？傅少爷，你看到了吗？这顾浅浅根本就是个不讲理的野蛮人，你别被他骗了。只不过几句口角，他就这样足以见得他说的那些事都是故意冤枉我的。这又与我有何干系？哪里来的哒哒哒？真当我们顾家没人了是吧？之前你们怎么欺负我家浅姐的我不管，日后你们要是再敢来找事，我老太婆就和你一换一。你要名声，老太太我可不要。大白天钻男人马车的货色，在这里讲什么名声？你自己都不要脸了，还用别人回你那不值半个铜板的名声？我呸！葛娇玉怒喊过后，捂着脸嚎啕大哭着跑远了。我以后可千万不能得罪顾浅浅，这一家可都是狠人啊，不然被这老太太这么骂一顿，太丢人了，比被葛娇玉骗还丢人。我跨上沙漠之舟，出现海市蜃楼，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诉苦尽喜怒哀愁。娘啊，下次唱歌能不能一集唱完？怪不得外婆要和我换位置，想错过都不行。接上回，这个不远千里过来的富家公子哥终于要暴露出此行的真正目的了。这位，快把少爷准备的蟹礼拿进去。上等绸布50匹，上等棉花200斤，百味斋糕点20盒，玩具2套，白面50斤，白米100斤，牛肉300斤。发财了，发财了！我的个乖乖，不愧是富家少爷，既有用的，又有好吃的。小云云，快把你那嘴角压一压。哎呦喂，那大少爷一看就很有钱，送的这些东西对咱们村里人来说贵重的不得了，可是对人家来说他是9牛1毛，根本就不值钱。要是真看中顾家，不得送点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啥的，这一看就是敷衍顾家这样村里人的。你可拉倒吧，你听到没有？牛肉那是牛肉，你听过谁家吃过牛肉是啥味啊？打牛可是犯法的，虽说能在官府备案宰嘎，但是那肉也不是寻常人能买得到的。若不是用心去寻，咋可能有？还一出手就是300斤。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而傅聪心里想的很简单，顾家是村户人家，这些东西对顾家来说似乎更实用，什么绫罗绸缎金银玉器，送这些玩意送来摆村里土坯房里不伦不类。对了，府城那个衙差程硕，不对，现在可不是衙差了，现在是都统了，有消息让我带给你们。是不是有我相公和儿子的消息了？娘你别急，咱们进去再说。那个你们先不要紧张，毕竟当初从宁川府逃荒出来的人4分5散的，又经历了各种暴乱还有瘟疫的事儿，想要找人哪里是那么容易的。程大哥让你带什么话？看来你和那都统还挺熟，说起来我也比你大，这样以后你就叫我一声傅大哥，有事哥罩着你。傅公子那程都统让你带啥话了？哦，没啥事，他去了副市医馆去，知道忍冬要陪我来找你，让他带个话。他说这次逃荒的难民基本上官府都同意安置了，剩下的统一由锦屏府、万盛府、利川府、庆和府4个府城接管。虽然不确定你爹和大哥在哪里，但是还是有机会找到的。还说了这次瘟疫的事情，之前的赏银只是钦差大人代为处理，后续等陛下处理完各处再换，会论功行赏，估计你还会有赏赐。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顾远桥和顾谦并不在锦屏府，不然当初城外的那2幅画像不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如果顾远桥2人在，必然会找到这里。我们一家经不起这么折腾了，4个府城简直是大海捞针，我总不能带着儿女和娘漫无目的的四处跑，
我要护得住钱姐儿姐弟几个还有娘才行。傅少爷，真是谢谢你。既然谢我，那叫一声傅大哥来听听。东西谢谢，我就不和你客气，收下了。顾浅浅现在没空搭理他，如今东西也送到了，话也带到了，顾浅浅还有一堆事儿，自然没工夫继续和傅聪瞎扯。夫人，今天从镇上带回来不少鸡鸭，是先放着，还是我收拾收拾，准备做明天卖的卤味？做，明天继续出摊。你先去收拾出来，我一会儿就来。婶子，你家还做生意呢？这顾家不是刚逃荒过来吗？这才多久就开始做上生意了？这房子看着破破烂烂的，我还以为这顾家过得很艰难拮据呢。是啊，我家钱姐儿研究出来的卤鸡鸭特别好吃，生意也特别好。傅少爷若是不急着回去，不如多留一会儿，到时候我给您多装一些回去。不急不急，这才哪到哪。哎呀，真被我猜对了，这货还真来找吃的，干脆说是吃二代得了。他这次过来，另一个目的不就是找顾浅浅学习做那特别好吃的烧烤吗？若是还有别的新鲜的吃食，他自然是更加期待的。另一边，顾浅浅忙完手上的事情，就来到宋时宴家。怎么了？我今天下厨，晚上你过来吃饭。OK， 那我先回去了。等等，之前的柴狗是我们一起打的，一共卖了20两，也是你出力更多，我留下5两，剩下的都给你。不用，那柴狗有一半都是你打的，也是你从山上拉下来的，更是你拿到镇上去卖的，不用给我。顾浅浅的想法是，他们家做生意不管多少，总归是一直有进项的。可宋时宴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靠打猎为生，靠天吃饭的。我可不想占便宜。既然要分，那就公平一点，一人一半。我之前在深山发现一只黑虎，感兴趣吗？哦，是母老虎吗？若是想去，到时候我叫你，你身手很好，到时候我们合力卖出去后，钱分你一半。好，你什么时候就提前和我说，我们一起去。OK。顾浅浅回到家的时候，叶秀云已经把卤味卤上了。傅聪一脸不太聪明的好奇宝宝模样，跟在叶秀云身前身后的晃悠，时不时问一些问题。叶秀云倒也是耐心好，一直笑呵呵回答。我看你们家这卤味的做法着实精极，竟然用了这么多的药材，有什么药效吗？白老做饭就喜欢放各种药材，美其名曰这叫药膳，能食疗，疗什么的他不知道，反正拉肚子是一绝。没药效，单纯调味，好吃，至少比那个什么黄连炖兔肉好吃多了。看你这么辛苦做这么多好吃的，今晚我就不走了。他这是啥意思？一来就想赖在我家了，这可不行。难道是看上我家钱姐了？不对，我让忍冬去找李正，找个合适的房子租住1晚。顾浅浅准备做现代年轻人最爱的吃食之一，做2只炸鸡、炸鸡块、鸡柳、薯条，现有的食材能做的他都做了。这傅少可是傅氏医馆的少东家，也是见过好东西的，倒是可以拿它做实验，要是觉得好，到时候我们家又多了一门生意。不多一会儿，当那一大篮子的炸鸡薯条被端上桌之后，让4个孩子外加一个傅聪，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好香！我大姐又研究出新的好吃的了，这是鸡腿，这是鸡翅，这些是什么？这个好像是土豆，香香，小牛吃。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着这么奇怪？香火？这是炸鸡，这是薯条，也就是炸土豆，很好吃的，尝尝。看着还不错，你们赶紧尝尝。菜头第一个伸手，一共2只鸡，就4个鸡腿，巧姐小宁一人一个，他和江夏一人一个，分配的相当完美。怎么回事？这家人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没看见还有一个人吗？我好吃，我好吃。不错，真是不错。还有菜呢，等会吃。小夏，去叫你宋大哥过来吃饭。原来你们真的是一起的。大哥，你穿这个衣服还挺帅的，不过呢，比起本少爷来呢，还是差那么一点。宋大哥，你这个衣服真好看。一家人开开心心吃完了这一顿，最后连渣都差点不剩。宋时宴没想到李正让傅聪在他家借住1晚，想了一下，最后也就答。另一处雅致中透着奢华的大宅子里，穿着藏青色衣袍的老者步履缓缓地进了院子。老爷，您可算是回来了啊！今日可有买到那卤味？我今日早就去了，只是没想到那卤味竟然卖得那么火爆。我去的时候卖完了，不过那摊位上的婆婆人好，送了我一些剩下的碎肉，虽然没要钱，但是我也给了1文钱。老爷你要不要先尝尝味道？如果老爷您喜欢，我明日一定早去排队。那还废什么话，赶紧拿来，让你家老爷尝尝味，再烫一壶酒来，我细细品味一番，那卤味到底有何独到之处？就这，
就这，老爷你快尝尝，也不知道味道有没有什么影响。罢了，我来尝尝，不过鸡鸭而已，能做出什么特殊的味道，值得那么多人争先购买？好吃，好吃，这味道真是绝了。那甜味过后浅浅的辣意，真是让人停不下来，好吃。老爷放心，明日我一定早早过去排队，定然每样都买些回来。对了，今早那位凤兴县傅家的傅聪又来拜访了，我说您出门了，他还偏不信。他家那个小的的确是个好苗子，只是可惜了。那傅家也太不懂事了，竟然还想要求到您这里，再闹下去，怕是连他们家都吃不了好果子。月光催煮油，你随行起大根好，朱砂之酒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陪月光10年少，是他的笑。小云云，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要唱了，到了。接上回，傅聪的马车是和顾家的牛车一同出的村子。到了镇上，傅聪与叶秀云一家就分开，驶向一个豪华宅子。各位走过路过的，注意了，顾鸡卤味今天又来了，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原来的配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小云云，你不要在那叫了，已经卖完了。家人们，谁懂啊？哪有这样做生意的？能不能让我有点体验？这，要不是看在银子的份上，就感觉和白来了一样。这生意是不是太好了？那个小哥天不亮就在排队了，整整2个时辰，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不要问他眼睛干不干，一买完就立马往回走。快到大门口，就见到那辆熟悉的马车。这傅家人怎么又来了？看来关键时候还是得要我出手。叶秀云正准备收摊去买东西的时候，没想到傅聪居然来了，眼底满是忧愁，和今早心情愉悦的从满水村出来的样子大相径庭。婶子，你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收摊了？是啊，今天买的人多。傅少爷，你不是回凤兴县了吗？有点事情耽搁了。婶子，我想问问，昨天做的那个炸鸡能否卖一些给我？要不你把那炸鸡的配方卖给我可好？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价钱随你开。哎呀，我就知道吴氏县阴秦定是没啥好事，原来是惦记上我家方子了啊！这，亏我还以为是看上我家钱角了。呸！抱歉，配方我不能卖给你，不过你要是想吃，你可以来我家吃，随时欢迎。那个，我准备在镇上租个院子，婶子你能不能明天过来现场做？这样我明天包个饭馆，我准备食材，你只要来帮忙做一下就行。咋地？昨天带走了那么多，还不够啊？还想吃啊？看来真的是个吃二代来着。我给银子，不让你白做。那倒不是，只是冒昧问一句，傅少爷是准备做什么？你的确挺冒昧的，要不是顾浅浅不在，我就直接说了。哎呀，欠嘎的顾浅浅，啥时候来就今天不来，搞得我多尴尬。行吧，那就明日。你准备好食材，我让钱姐儿过来。多谢婶子了，那明日我让忍冬在这里等你们。叶秀云买完东西就赶着牛车回村了。进了村子没多远，就看到几个妇人在村口大树下，脸上都挂着喜色。哎呦，顾嫂子，叶大娘，你们回来了！我和周氏他们今天约着去找那个红果树了，果然让我们找到了，还有不少红果，够我们做点冰糖葫芦挣点钱了。行，回头我去和周氏他们说一声。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到了晚上，一家人都在一个屋子里。那外婆，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啥事？咱家的事儿还用得着商量？你做主就行。哪有你这么当娘的？钱姐儿再懂事聪明，也是个孩子，大事小情，你这个当娘的理当要给出主意。万一孩子没分寸，做了错误的决定，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娘说的是，我这心也是大。钱姐儿，你要说啥？你说。我想要在镇上开个铺子。钱姐儿，你说你要在镇上开铺子，咱家开铺子能干啥啊？咱们手里的银子还够花吗？当初从府城回来，我给程硕留了50两左右，用来打店。房子还没盖完，但是陆陆续续出去的钱，等房子盖好，估摸也要100两。哎呦，我就是回来的晚了，不然一定得拦住你们这败家的娘俩。咱们家一共才几个人，盖那么大的房子有啥用？上百两，那是上百两啊！他甚至都想象不出来，上百两银子摆在他面前，那得堆多高。外婆，等以后爹和大哥回来，大哥和菜头以后也要娶媳妇，所以房子不算大。抛去这2样，手里还剩下好几10两银子，开铺子和周转绰绰有余。之前的红果虽然没卖多久，但是也挣了一些银子，而这卤味每天供不应求，
就更不用提了。咱们现在这样每日出摊，收入的确也可以，但是如果能赚的更多，为什么要守着一个小摊子？叶老太和叶秀云都是靠庄家吃饭的，如今有了做生意的机会，想的也是简单，摆个摊，每天挣的不少就知足了，根本没往更高的地方想过。钱姐儿说的有道理，哎，咱们开铺子，你这2天没去，是不知道这卤味买的有多好，今天摊还没摆完就卖光了。开铺子，咱们多备些出来，一定能挣钱。钱姐儿，就按你说的办，你放心去做。有娘呢？顾浅浅看着几人，笑得眉眼弯弯，做什么事情都有家人在背后支持的感觉，非常好。次日一早，顾家的牛车又是一大早就离开了满水村，而这次不同的是，村里不少妇人，一人手里扛着一个草把子，上面扎满了鲜红的冰糖葫芦，一起说笑着出了满水村。更早出门的赵三婶已经到了镇上了，她很是自信的扛着冰糖葫芦去卖，价格要的和当初顾家卖的一样，15文。可是她扛着草把子走了好几圈，没有一个买。最后一打听，这些人竟然是嫌她卖的贵。我这冰糖葫芦哪里贵了？这么久了，一直是这价好不好？不要睁着眼睛乱说。现在做这个很难的，自己去找原因好了。有没有好好工作？我这价格已经不贵了，买不起就不要问。穷酸，真有意思，不就是个冰糖葫芦吗？有什么稀奇的？张嘴就要15文，忽悠傻子呢。可不是，人家卖10文，他卖15文，把咱们当冤大头仔呢。赵三嫂脸色大变，被那些鄙夷的眼神看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之前顾家就是这么卖的，也没见卖不出去，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坐牛车来的，最后亏着本走路回。如果让我遇见你，把你真当眼睛，用最真的心，把你最深的情。接上回，顾家今天照旧出来摆摊，不过今天来了3个人，顾浅浅去傅聪那边做饭，还有买铺子的事情去了。叶秀云则是留下摆摊。各位，走开，不要在那挡着。顾嫂子啊，我刚刚才看到你过来，这就没有了。你家生意这么好，每天咋不多准备点，多卖些？刚刚我看了一下，买都是要抢的呢。就是啊，我都寻思买点回去吃呢。我们这没卖完就过来，这都没赶上。你们要是想吃，下次直接来我家里。各位，这几天家里盖房子，事情比较多，忙不过来。不过我们家马上就要在镇上开铺子了，到时候会多多准备的，请大家到时候务必光临。就要开铺子，你家这也太快了吧？那姑嫂子，你们慢慢收拾，我们去把这些剩下的红果卖完，回头我们回村再说。小潘是他们一群人继续做着他们生意，而在另一处的顾浅浅已经到了傅聪那里。顾妹子，你来了，快，我东西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我让忍冬去买。顾浅浅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做，也没多耽误功夫，东西倒是齐全，开始料理。没一会儿，油光灿灿的炸鸡就出锅了。哇，真香，真香！看着那烤鸡，傅聪眼底喜色一闪而过，之后连忙让忍冬把炸鸡装好，之后来不及和顾浅浅寒暄，就匆匆离开了。还有一处的豪华的酒楼内，里面坐了很多人，今天是酒楼老板请客吃席的日子。各位乡亲父老吃好喝好，大家都是本地的生意人，我呢，今天请大家过来呢，有一件事是想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掌柜的，有啥事您就请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最近那个顾记卤味，我听说货源都是从你们这来的，但是呢，你们明白的，我们酒楼一直在，而他们就不知道哪天就消失了。做生意呢，我劝大家还是眼光放长远些。不知道掌柜的希望我们怎么做？东姐的意思是说，以后不想在那什么顾鸟卤味的柜台上看到你家的鸡、你家的呀，还有你家的猪、你家的鹅，大家都是知道，在这清溪镇我们东家还是能说上些话的，除非是有人不想在这混了。当然了，大家都是自愿的，我也没有强迫大家的意思，和我们酒楼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顾浅浅那边忙完了，就直接去租铺子去了。接着他就去找了租铺子的地方。哎呦，姑娘，想吃点什么？咱们这有素面、馄饨。姑娘，这回还没到时辰，人少了点，但是你放心，我们家东西味道很好了。我不吃东西。哎，那姑娘，你这是来打秋风来了？我们铺子小，你还是去别家吧。我看到外面的牌子，这间铺子是准备租吗？租是租，你家里要租，那得要让你家大人来谈。是我要租。我说姑娘，你这是觉得我闲着没事，想找我逗闷子呢？这房子算是他们家的祖宅了，一直做着小生意，可偏偏到他这一辈，这生意咋也做不起来。我是真的准备租间铺子，做点小本生意，如果这里租金合适，我就租下来。你真打算租我的铺子啊？是有这个想法。姑娘啊，你眼光可真是太好了，你要做生意，租我的铺子就对了。
我这地段这铺面朝向都是一等一的好，而且后面还有个大院子，还有厨房茅厕，住上一大家子都不成问题。要不是我不太会做吃的，味道不行，这会儿人多的你挤都挤不进来。我就听你吹吧，看能不能把牛吹上天了。你这嘎打脚，要生意好想屁吃呢。要是太贵了的话，那我可能租不起。算了，我再看看吧。且慢且慢，虽然说我这地段好，但是可比长右街里便宜多了。5两，姑娘，这长右街可是镇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了。街里的租金你应该清楚，那都得10两起步。我这5两，完全是看在你气质不凡、美丽贤淑、仙女下凡、沉鱼落雁之姿的份上，一看就是做生意的料啊！这人窝在这里做吃食生意真是亏了，应该去酒楼里面说书。姑娘，这价钱，这地段，这房子，这租金，你要是还嫌贵，那就是丧良心啊！好像也还行，就是。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拿笔墨纸砚，咱先签契书。啊，这么快？我还打算回去问我娘呢。虽然她把钱给了我，说有合适的我就能做主，可是我也不知道5两银子是不是合适。哎呦喂，姑娘啊，就我这铺子，这地段，长右街，这是长右街，5两银子，你租不了吃亏，租不了上当，这咋能不合适？姑娘，你就签了吧，回家你娘一定夸你啊。这可是，哎呀，我去这个无良商家，还真敢写啊，还真敢要啊。那行，契书签了，银子给了，这铺子以后就是你家的了。老板，我们家3日后开业，到时候请一定要光临。来，一定来。我去，这么快就开业的？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家是做什么买卖的？3日后开业，你就知道了。所有都交接完，谭卓高兴地揣着满满一怀的银子，直接把钥匙给了顾浅浅就走了。而叶秀云则是去了平日里买鸡鸭的地方，她现在要多联系几家，以备日后所需。好喽，张大姐。是叶妹子啊，你是来买鸡鸭的吧？今天真是不巧，我们家的鸡鸭都被卖出去了，要不你上别家看看去。张大姐，咱们不是之前就说好了，我每日在你这订20只鸡，20只鸭，你就算要卖，也要把我预定的留出来。你这样做不是坑我吗？这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咱们也没签契书，这有人要来买我，总不能不卖是不？谁知道你今天来不来？若是不来，那我不就白给你留了吗？什么叫白留？我们家是不是每日都给你留定钱？收了我们的钱还出尔反尔？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今天你必须把我们订的鸡鸭都拿出来。行，我把定钱退给你们，行了吧？什么人啊，出尔反尔！一看你家这生意就做不长久，早晚得黄铺子。张氏气急，但李逵也不敢多说什么。叶秀云眉头却一直紧拧着没有松开，她自认算也是张氏的大客户。娘，我们去另一家。大妹子，我们也不想做那言而无信的人，只是什么？刘大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只是我们就是卖些家禽挣点钱养家糊口，实在是得罪不起人。我们要是想要在这镇上长久的生存下去，总不能只指着你们一家来买，不是？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知道你有苦衷，不为难你，我去别人家看看。少秦背后是天下第一楼，是镇上乃至凤兴县最大的酒楼，背后的东家更是不知还有什么产业，镇上的小老百姓不敢得罪，很正常。大妹子，你也不用去看了，这个镇上没人敢卖你鸡鸭了。你家这生意若是还想做，你就好好想想，到底得罪了什么人，这么断你家生计。小云是不是那个狗屁酒楼的掌柜？咱没卖他配方，他就断我们生计，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大不了1换1，不亏。娘，不要激动，没事，一会儿我们去找钱姐儿，他会有办法的。再说鸡鸭哪里都有的卖，这地方还能是他的天下了不成？一直盯着这边动静的人回到广福酒楼，将这事儿和少秦说了。他就只去了张刘2家，就没去别家问了。对，好像是那姓刘的和他说了什么，之后没多久，那他们俩就走了，直接出镇子了。就那姓刘的敢多嘴，东家我这就去教训他一顿。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能坚持几天，连鸡鸭都没有了。我看你这卤味怎么卖，和我斗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几时时似无美晚谈，即是落的无美大寒，闹时时满美最
漫漫。接上回，刚刚捉到兔子，又被酒楼老板断了生意的顾浅浅一家，终于回到了满水村。哎呀，顾嫂子，浅浅啊，你们可算回来了，我可得要好好感谢你。我们今天那红果啊，卖得太好了。一开始好多人还不信这东西好吃，我按照你教的说辞，好家伙，真的有用啊！这是好事，你哭啥？虽然小文娘矫情了，但咱的确要感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咱哪有今天啊？各位婶子嫂子，可快别谢我了，我们一家初来乍到，也多亏了大家照顾。这红果本就是满水村的山上长的，咱们村地少，日子不好过，我能有几分帮上大家，也是我的福分。顾嫂子，你家今儿咋没带鸡鸭回来？咋了？你家不卖那卤味了？妹子，你可知道附近村子里有没有人家养鸡鸭的？最好是多一点的。这事儿你可还真问对人了。怎么说？小颖娘家就养了不少鸡鸭家禽的。之前我说你家做这个生意，天天要买这鸡鸭，让小颖来和你说说，左右都是买，咱们邻里邻居的，多方便啊。可偏偏这孩子不好意思，说怕你多心。颖姐姐，你娘家也养了鸡鸭吗？养是养了一些，我想着你们家在镇上做生意，肯定也有相熟的人，就没多嘴。颖姐姐这话说的不就见外了？都一个村住着，我们也是刚过来，能有啥相熟的？钱姐儿，我们现在就过去吧，看看有多少。如果可以，我都买下来。不然要是再被那什么狗屁酒楼的掌柜钻空子，可就完了。不知小周你的娘家在哪儿？可方便带我们去看看？我娘家不远，赶牛车不到1个时辰就能到，随时都能带你们去。小周啊，快上车，赖吃够！顾浅浅见叶老太一下子来了，精神头和众人打了声招呼，直接调转牛车，又往村子外驶去。要我说啊，这顾家能来咱们村，是咱们村的福气啊！你们看，顾家这才到村子里多久啊？咱村多少壮劳力不用出村子，就能有那么高的工钱？咱们这些在家里闲得打屁的，也能自己赚钱补贴家用了，这不都是沾了人顾家的光？是啊，浅浅这丫头是个有福气的，她能来咱村，可是咱村走大运了。合着这卖红果的生意，就我一个人没挣到啥钱，还辛辛苦苦从镇上走回来，看这群老娘们那样子，怕是都没少挣。哎呦喂，这不是赵三嫂子吗？咋个着呢？我听说你昨天也上山摘红果了，今儿咋没看到你去卖呢？你可别这么说，那赵三嫂子可是和葛家好得很，咋可能去做浅浅教的东西，还拿去卖钱，那得多不要脸啊！就是啊，人家可是和葛家好的穿一条裤子，看不上咱们浅浅，自然也不惜的做冰糖葫芦去卖。真可惜，这钱只能咱们挣了。听着那些阴阳怪气的笑话，赵三嫂气的肺都要炸了，心里一时间恨意冲天，有对顾浅浅的，但更多的是对葛家。周颖的娘家距离满水村的确不算近，若是没有牛车靠走着来，怕是得2个时辰都不一定能到。婶子，我也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鸡鸭，不过我爹娘还认识不少买鸡鸭的，你若是用的多，我让他们帮你联系联系。那就再好不过了。不瞒小周，我们家现在所需要的鸡鸭数量很多，若是可以，还请麻烦他们帮我多多联系些养鸡鸭的，可以长期合作。爹，那我回来了。浅姐儿啊，这我咋一只鸡鸭都没见着啊？婶子浅浅，你们先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去隔壁问问我爹娘都去哪儿了。硬丫头，三表叔，你知道我爹娘去哪儿了吗？你爹娘在村西口呢，你大哥今天回来了，赶着大牛车来的，把你家鸡鸭都拉走了，你爹娘拦都没拦住。婶子浅浅，对不起，我得先去看看。上车带路，咱一块过去。此刻，村西口一个破旧的牛车上摆满了鸡鸭笼子，鸭子嘎嘎的叫声都压不住那混乱的叫嚷。周明文，你松手，你松开爹，你疯了是不是？你们啥意思？把这丫头片子叫回来，又想给她啥好东西？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知不知道谁才是你们儿子？谁才是老周家的主？你这个大的东西，你妹从小到大拿过家里啥？出嫁都一点陪嫁没有。连赵家给的一点聘礼都让你拿走了，你有啥脸说他？我和你爹攒的那点钱都给你了，这些鸡鸭是我们的命啊！你说拿走就要拿走，你还让不让我们俩活了？你还敢对我动手，真是丧尽天良！你也不怕遭报应啊你！大哥，你到底要干嘛啊？
呵呵，我干啥？你问问他们要干啥？有没有把我当儿子？为了这些个老大连亲儿子都不顾了，有他们这样当爹娘的？我的颖儿，哪里来的老大？多管什么闲事？你找轧是不是？你可以试试，再动一下，小心你脖子上顶着的那一坨。你这个小大赔钱货，带着外人来对付你亲哥，是不是疯了？信不信我打轧你？我看你才疯了。莹姐姐，别和他废话，还是先问一问大爷大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爹娘，到底出啥事了？你大哥前段时间说你嫂子怀孕了，让我们给拿些钱去买些好的补身子，我们给拿了，你哥嫌不够，之前就回来一次，把我和你爹手里的那点银子都拿走了，昨天又回来要钱，我和你爹拿不出来，今天他就不知道从哪儿赶来个牛车，把我和你爹养的鸡鸭都要装走，家里已经没钱了，我和你爹指着这鸡鸭活命呢啊！放屁！你们有没有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卖那么多鸡鸭，能没有银子？说什么没有？不都是补贴了这个大一个赔钱货，你们还当成宝一样？他以后生的小赔钱货那也是姓赵的，我的儿子才姓周。我看你们两个老糊涂了吧？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妹妹出嫁，我们家连陪嫁都没给她带一点，你成日的回家要钱，现在说这样的话，你真是丧良心啊！我还不知道你们一分钱没给，你们也真好意思说这话。我是从家里拿钱了，那是因为我不拿，你们就全部贴给这个赔钱货了。我从家里才拿了多少钱？你们怎么可能拿不出来钱？说的好听都给我了，简直放屁！那么多钱，你们给了我多少？分明就是都补贴给这个赔钱货了。周明文，别说你妹妹没拿家里一文钱，就算是拿了，她也是我的女儿，那也是她应该的。哈哈哈，终于承认了是吧？看来我媳妇说的没错，家里的东西我不拿也会被你们给这个小大周家的东西，凭什么便宜了他姓赵的？你们不是说没钱了吗？那我就拿走这些鸡鸭，我需要5两银子，剩下的你们两个老不嘎的再凑凑。你说你是不是又在外面欠了扑克债？你别管，我告诉你老不嘎的，今天你要是凑不出来，我出了什么事，你们以后可就没儿子送终。如果当初勇敢的在一起，会不会不同结局？你会不会也有千言万语？接上回，顾浅浅一家的生意遭酒楼小人算计断了货源，终于找到货源，又遇到疯狂坏事。哎，我说这里还有个人呢，尊重一下我手里的家伙行不行？你个黑不溜秋的，这是想把我的东西拿去哪儿？啊，对，你又是哪里来的大？这都是我周家的东西。周颖，你从哪带回来的人，在这和我唱什么双簧？以为我会信一条刀割，我都不信你。哎呀，放你的什么西班牙酸菜牛肉屁！你要不试试，我说你们二老什么意思？出尔反尔，收了我的钱，让你儿子闹这么一出，就想赖我的账，真当我们钱家是吃素的？看不起我手里的家伙是不是？钱婶子，这都是误会，我们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家都是本分老实的，咋可能做那种事情？对，这些鸡鸭你明明都已经卖给钱婶子了，你怎么不和大哥说清楚？如果今天这些鸡鸭真被他拉走了，那耽误了人家的生意，咱家多少钱都赔不起的啊！明白，这些鸡鸭我们早就已经卖给这位了，你不能拉走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这么拦着你？还真能装，就这么个大的，买这么多鸡鸭，编瞎话也没这么编的。别怪我没警告你们，这说不定就是周颖找来的，借机想骗咱们家的鸡鸭。哎呀，你还看不起我？怎么了？我当年从铜锣湾一路火花带闪电到尖沙咀，3天3夜我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你这么大个子大再不给我老实缩着头，我一记托马斯回旋砍，你脖子上那一坨就不要了。我不管你们家是演戏也好，真的也好，耽误了我们钱家的生意，我让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呦，姑奶奶，慢点，我这一坨饭还没吃够，手下留情。钱姐儿，快把我们契书拿过来，快睁大你脸上的那2颗，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周明文这会儿已经被吓到了。谁看过一家老弱妇孺这么泼辣霸道，一看就是身后有人，有底气。这种人他见得多了，那都是背靠势力的，一时间也慌了。大姐，我不认识字啊。就是找你这种不认识字的，不识字好啊。要是认识这几个字的话，就是我的老铁了。反正我也不识字，
这是你爹娘给我签的契书。看到我家那牛车了吗？就是来拉货的。若是今天这鸡鸭我带不走，不说我付的银子要还给我，还要多赔偿我5两银子。既然你是这周家长子，张口闭口周家是你的，那这银子你来赔。提爱目的，我在外面还欠着5两银子呢，咋可能拿得出5两银子？爹娘，你们咋不早说这鸡鸭都已经卖了？卖了多少钱？钱呢放哪去了？什么钱不钱呢？我没空和你废话。这些鸡鸭给我卸下来。我们家办事不讲究走官府，官府顶多给你打一顿板子，让你长不了记性。我们钱家倒是可以给你好好长记性，可以让你这辈子后悔做一个人。别，姑奶奶，我马上就把笼子都卸下来。周明文被吓破了胆，一刻也不敢耽搁。不一会，所有的鸡鸭都被放在地上。姑奶奶，我都卸下来的，我是不是能走了？你们2个老不嘎给我等着啊！等着臭丫头走了，我再回来让你们吐出来，顺便再出一口恶气。今天真是一脚踢到钢板上了。说谢谢。他越霸道，周明文就越怕，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赶着那块散架的破牛车走了。姑娘，今天真是多谢你了，不然我们2口子怕是要被这哒的逼得没有活路了。婶子、浅浅，若是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办了。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大恩人，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二话。莹姐姐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不用放在心上。再说这家本来我也是要买的。周颖又对着周家老2口解释了几句，说明了顾浅浅的来意。2人闻言也是连连感激，知道他对女儿和女婿多有帮衬，更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了。姑娘，这些鸡鸭你都拿走，给我们留个本钱就行。我帮你们是看在我和莹姐姐的交情，生意归生意，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家的生意的确每天都需要鸡鸭，2位对养鸡鸭很有经验，也认识很多人养鸡鸭的。如果可以，我还希望能够和你们长期合作的，这些就按照正常的售价卖给我就行。做生意就是要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不是？既然你们信得过我们2口子，那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你放心，别的我们帮不上忙，这鸡鸭10里8村谁家人，我最清楚不过。你要多少，我到时候去帮你收，放心，绝对会是最低价。周汉民帮忙把那些鸡鸭都放到了顾家的牛车上，硬是将牛车塞得满满登登的，才勉强放得下。爹娘，我哥那德行，等我们走后肯定还会回来的，不如你们跟着我回满水村吧。你这说的啥话？我们跟着你去娘家算是咋回事？就算女婿不好意思多说，你婆婆也会有意见的。你爹说的对，你不用惦记，你哥再混账也不可能真的对我们做啥。这银子你拿着，我和你爹留点够生活就行，到时候他回来要，我和你爹就说花了。这我不能要，娘，你把钱藏起来，藏在炕洞里，让他找不到。虽说他没花过家里什么钱，但爹娘对他并非不好，出嫁的时候也是要给他凑出陪嫁。只是当时嫂子百般不乐意，他也怕等自己出嫁了之后，嫂子对他们不好。不行，爹娘，你们今天必须得跟我走。周明文今天都敢和爹动手了，若是下次再来找不到钱，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你们放心，我婆婆也是明事理的，知道咱家的情况，也不会多说什么的。颖儿啊，我们你不用惦记，你快回去吧。不行，你们今天要是不跟我走，那我也不回去了。等我哥下次回来，让他把我打嘎吧。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周大叔不愿意和小颖去满水村，不过是怕丈人无故住到女婿家与理不合，怕小颖会因此被婆家不喜。但若是你们去满水村有正事要办，才借住在女儿女婿家，这样也不会有人说出什么不是来。我们2个半截入土的能有啥正事？这不是骗人吗？怎么没正事？你们2位可是我请回去的，帮我去收鸡鸭，这方面你们有经验，也有熟人。到时候如果真的帮忙收来鸡鸭，我会按照数量给2位提成。净瞎说，那也不是我们养的鸡鸭，就跑跑腿给你们搭个线儿的事儿，我们咋能拿你钱？不出力白拿钱，没这个道理。可不是不出力，大爷大娘，如果你们愿意帮我的忙，以后这收鸡鸭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们帮我跑，你们要去收还要帮我拉回来，这不都是费时费力的。说起来我还要额外给你们工钱才是。当然我知道你们还有自家的鸡鸭要养，如果没有时间也不强求的。有时间的，婶子浅浅，就让我爹娘给你家干活吧。
他们一定会把活都给你干好，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来的时候牛车上只有3人，回去的时候6人，牛车已经塞得满满的。叶秀云赶着牛车，终于又回到了满水。爹上回遭酒楼算计的顾浅浅一家终于找到了货源，甚至还把产业链带了回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速之客又来了。顾嫂子、顾姑娘，我们两老来了，昨天真是多谢你们了。原来你们这2个老不嘎的哒哒哒的躲在这啊！你们可让我好找啊！我说哪去了？昨天找了1天也没见着，看来是找着靠山了。哎呀，看来是昨天给你这个哒哒哒的教训还不够，今天还敢来。昨天我还当是什么人呢？就住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你们找的靠山，以为靠得住吗？呵呵呵，你个哒哒哒的！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我就是一条刀割。哟呵，看来你这么快就忘记了我的托马斯回旋砍了。今天你的脖子长结实了没有？小姐夫人退后，让我来。你这个哒哒哒的，跑来这里干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在这丢人现眼！昨天我回去看了一下，家里可是一只鸡鸭都没有了。钱呢？钱呢？快给我，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放你的墨西哥酸菜冲天屁！你还到反天罡了，在我的地盘叫上了，阎王爷借你胆了吗？别和我说这些没用的，一句话给钱走人。还有这2个老哒哒哒也要跟我回去，他们不回去我找谁要钱去？要不然大家都别想好过，可不要逼我。你这个哒哒哒的，今天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你给我去嘎吧！我，哎呦，痛嘎我了，救命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听劝？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真的是浪费米饭，大字不识，又没本事。那你今天就交代在这吧。姑奶奶，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我这就滚，滚得远远的，再也不碍你的眼。给我滚！要是再让我看到你，那你就回炉重造吧。不知你们2位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若是日后还要继续养殖，有那么个儿子，怕是昨天的事儿还要少不了再发生。可是我们养了半辈子这家禽，若是不让我们干了，若是你们愿意，我家的生意会需要很多的鸡鸭，除了外面收来的，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帮我打理，我们准备大量养殖鸡鸭。这做生意还是得必须要有自己的供应链，要是被人算计的话，那生意不就断了？虽说这次是小把戏，但是不得不防。既然你们自己养可能会留不住，何不考虑帮我们干？到时候工钱另算。如果你们愿意，就留在我们这边。我娘这事儿也不急，我们虽然有这个打算，但目前还实施不了。线下还是需要2位帮我收鸡鸭，到时候按鸡鸭的数量给你们结算工钱。2人没有犹豫太久，点头答应了。他们现在也还不敢回去，保不齐大儿子什么时候就会回来继续作妖。说完就帮顾浅浅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临时养殖场地。顾姐姐，宋大哥在外面说找你有事。还是那么准，刚刚真是多谢你了。没我在，你们也能解决的。之前说的那只虎，你今天有空吗？那只虎他昨日去看了，怕是再过2天伤就好了。如果他今天没空，他又要抽空去，再给他补一件。有空，我们现在就去。走了2个时辰，终于到了。然后他们停在了一棵大树的边上。会爬树吗？你到这棵树上，用弓瞄准虎，我去把它引过来。你对准了就是了。我准头不行，我去引，你来。我之前和他交过手，知道怎么对付他。上树用弓箭兽，我就是奔着过来用虎练手的目的来的。上树还练什么了？练猴子捞月吗？宋时宴却是不给他拒绝的机会，直接把手里的弓箭交给他，快步往林子里去了。救命啊！射箭！我去你小子的不讲武德！你清高，我可是堂堂一只猛虎，被你这就嘎了，嘎了！这虎也太弱鸡了吧！哎呀，我去，这虎早就受伤了，这家伙真是的，他一个人也能嘎了他。这虎刚嘎，最好赶紧拉到镇上去卖。能用你家牛车吗？这还用说。2人拖着横下了山，到了山脚下，赶来牛车，又将虎抬上牛车，再用一块草席遮挡住。我一个人去，很快就回来。啊，那个，我让范文良陪你一起去。不用，我很快就回来。
大小姐，你找我？咱们这榨油的技术已经算是成熟了，咱啥时候开始卖呀？村里最近天天有人过来问，咱家这是干啥的呢？天天砰砰砰的。我说我男人在给家里打家具呢。你这回答很好，下次再有人问，你还这么说。大小姐，咱们这油是好东西，就算现在咱们不开铺子，也可以先卖给村里人呢。榨油的事先暂停，你们也不要泄露出去，这是我自有打算，榨油的生意急不得。在这个只有猪油的时代，贸然拿出来这成本低廉的植物油，老百姓能用得起的植物油，势必是引起巨大的轰动。另外，宋时宴回来的很快，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回来。这是这只虎所得的银子，那只虎卖了180两，你那一件是致命伤，又用了你家的牛车，我只拿50两就好，剩下的你收好。你可真会诱惑我，100多两银子，你倒是大方。不过这钱我可不能拿。那虎，你之前就交过手吧？今天就算没有我，你也能打嘎。我出的力，顶多算是锦上添花了，算上牛车20两，剩下的你拿走。即使给你，你就收着，我不喜欢欠人情，我也不喜欢占人便宜。你如果用钱就先用，我没有用钱的地方。哎呀，我去这货是故意来给我送钱呢，现在想下，这还真是预谋已久的啊。我每日吃食也在你家，这些当是伙食费，其余的钱我没有地方用，你先用，日后我需要再来找你啊。最后还是顾浅浅让他签了入股协议，才收下那些银子当做投资了。以后他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是顾氏集团的高级合伙人了。明天就要开业了，今天要准备的东西就特别多，在院子里帮忙的都有10几个人。这顾家可真不是一般人家啊！这才到我满水村多久啊？又是卖红果，又是卖卤味的，那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的。是啊，那红果你知道吧？你家小颖也做了，拿去大集上卖了，可是挣了不少铜板呢。知道。我家颖儿还给我和他爹做了，酸酸甜甜的，好吃。以后我就待在满水村了，紧紧的靠着这棵大树。刚过晌午，村里几乎就都知道这顾家买卖做大了，竟然要在镇上开铺子了，要做大买卖。这满水村首富怕是要诞生。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浓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的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我们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容，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接上回，顾氏集团的第一家卤肉店终于要在清溪镇开业了，开始了他商业帝国的第一步，踏上了属于他的首富之路。谁会知道我们铺子今天开业，这么快就送了礼来？我说顾妹子，你们家可不讲究啊！你家在镇上开了铺子，竟然都不告诉我，再怎么说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哼，傅少爷，这些是你送的？可不是，你说你们这开业了，要是连个送礼的都没有，多寒碜！要不是我昨天看到你家那个拿着牌匾问了一下，当即让忍冬去准备贺礼，这做生意得要热闹不是？你们什么时辰开业？我让忍冬点爆竹，我可是买了最好最响的。倒也不用，这个排场也太大了吧？怎么不用？你这是开业，这个寒酸不得，最好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开业。酒香还怕巷子深呢，做生意你还得向我好好学学呢，我可是行家。还的是傅少爷见多识广啊，真是多谢傅少爷了。现在我宣布，我们有一家卤肉店开业。各位雷德生杰特们、老少爷儿们，还有520金过嘴的人儿们，都过来瞧一瞧了，看一看哈！打今个起，有一家卤肉店就正式开始营业了。当然，各位先莫急，新店开业那是肯定的要优惠的。看到这一盘没有？香不香？今天他白送给各位，那肯定是不行的。看到这个纸条条没有？认识字的看过来，不识字的就听着哈。今天消费满2两银子以上者，送本店超级 VIP 专享新品正金炸鸡一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哈，买到就是赚到。各位欢迎选购。哎，你不是那顾记卤味的老板吗？你们家怎么连着好几天都没有出摊？我天不亮就去排队，3天3夜了啊，可害得我一顿好找啊！还真是，
我说你们这几天干啥去了？是啊，我家今天来客人了，本来想昨天去和你们家说提前订点，结果扑了个空，今天多少都给我匀出来一点啊。各位抱歉了，我们这2天没有开铺子，也是有原因的。咋回事？是不是遇到啥麻烦事了？或许我能帮得上忙。话说就在那3天前，有人想要买我这配方，可我们家这配方是祖传的，不能外传。没想到之后镇子上供我们鸡鸭的商铺忽然都不卖给我们了，没有食材，这摊子自然就摆不下去了。这朗朗乾坤竟然还有这事，是谁？还敢故意给人使绊子吗？改天让我去提点他一下。大家这么支持我，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至于是谁，我们初来乍到，也不想得罪人。算了，大家吃好买好就行。等等，先让我买，我朋友今天马上就要嘎了。他临嘎前说想吃上这么一顿卤味，我想要满足他的愿望，你们得给我这个机会，让他嘎而无憾啊！我呸，为了点吃的，还真是什么鬼话都编出来了，脸都不要了。我看你就是那个朋友吧，想要买排队去。不一会儿来的人就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而在一旁桌子上的傅松看着宋时宴，这位是宋公子吧？你和顾妹子也是老相识了吧？这顾家今天铺子开业，你就空手来的？该不会是打算过来恭贺2声，还要再顺点卤味回去吧？不知傅少送了什么贺礼？难不成就这几个了？还有那些噼里啪啦的吗？忍冬，把我准备的贺礼拿出来看看。哟呵，好大的手臂，这么大的一个翡翠白菜，它是值不少钱。这翡翠的质地可是上等，这么大一块，那得多少钱啊？这傻少爷倒是还挺有眼光的，要是论做生意，估计还是有些头脑的。这翡翠白菜可是我连夜让忍冬会凤新县取过来的，白菜与百财同音，寓意聚财、百财、守财。本少爷这是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傅少爷果然大手笔，既如此，那我也不和傅少爷客气了。这贺礼我们收下了。这个摆在柜台上，你觉得怎么样？行，你看着摆。不是，等会儿，这是我送顾浅浅的贺礼，你拿什么？还有你的贺礼呢？拿出来看看，该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哦，忘了和傅少爷说了，我是这顾氏集团的高级合伙人，自家铺子用啥贺礼？不过还是多谢傅少爷的贺礼。这是正常流程吗？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不是？我又送礼又送爆竹的，难道不是把我恭维座上宾吗？傅聪气结，他没打算喧宾夺主，但就是不对劲。本来想着打压一下那个姓宋的，怎么最后倒是让那个姓宋的装？给我来1斤，我也尝尝你们这顾记卤味到底是不是那么好吃。这位客官，你要什么部位？你们这卤味怎么颜色这么深，乌漆嘛黑的？这真的能吃吗？吃了不会就2脚一蹬吧？看着就不新鲜。哟呵，这位客官，我们家卖的是正经卤味，为了入味，自然是加入了很多秘制的配料，就像大酒楼的卤猪肘子，不也颜色很深？难不成也放了不好的东西不能吃？行，那就一样都给我来1点，我倒要尝尝你们这卤味到底有多好吃。听说你们买够2两银子还送什么炸鸡，那就直接给我装2两银子，我顺便尝尝你们这炸鸡是什么味道。买完，那男人拎着一大包的卤味，直接大拉拉的走到一旁，在那供休息的桌子前吃了起来。这味道怎么奇奇怪怪的，还这么辣人？嘶哈嘶哈，有没有水？给我倒杯水。这也太辣了，怎么还甜了吧唧的？什么怪味都是。2两银子就是买这些鸡呀，狗吃了估计都要摇头。这不就是坑人的吗？抢钱都没有这么抢的。那大酒楼的肘子才多少钱？听到这话，有很多第一次来的人原本都打算买一点回去尝尝，闻言都瞬间犹豫了起来。要不说野猪就是品不了这细糠呢，吃不了那就别硬吃。本少爷县里府城什么大馆子没下过，还真就没吃过顾家味道这么特别的吃食。你都做不到让所有人喜欢，这卤味自然也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不过你都不知道什么味道，就买了这么多，现在说不爱吃，说我们坑你银子，到底是我们东西有问题，还是你这个东西有问题？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店大欺客是不是？咋了？我花了银子还不能说不好吃了是不是？而且我买的时候，你们为啥不说让我少买点尝尝？还不是没良心赚这银子？放你的阿拉斯加酸菜炖地皮，我忍你很久了，快把东西退了，去吧皮卡丘。我才不退呢，这东西我都已经打开了，宝宝不齐被我碰到了，
你还要我退回去？你再卖给别人是吗？这么缺德的事儿，我可做不出来。给我扔了，本少爷给你2倍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圆润的离开了。爷，你们啥意思？仗着有钱有势欺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你们这是黑店吧？炸鸡好了，这就是那炸鸡，看着金黄金黄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吃食啊！这司机看不出来啊，肉你肉在里面，这外面裹了腌制过的配料。来，刚刚消费2两及以上的客人这边领取炸鸡1只。消费2两银子以上的人并不多，此刻过去领炸鸡的人也不过7、8个。一旁有人闻着那味道，只觉得香味扑鼻，比卤味更馋人。我也是花了2两银子的，我看看你这炸鸡是什么味道的。好，请稍等。这鸡咋看都不像是正经东西，我尝尝味道正不正经。哎呀，客人你没事吧？这都是刚出锅的，你咋直接往嘴里放呢？么咪哼。这位客官，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们这什么破店，卤味难吃就算了，炸鸡烫嘴还敢卖的这么贵，简直就是坑人的黑店。这位客人这话说的，我从未说过我家卤味所有人都喜欢，至于这炸鸡，难道不是你太猴急被烫到的吗？至于贵，大家有不少都是吃过我们家卤味的，就算是租了铺子，比之前摆摊增加的房租成本，我们也没有涨价。大家觉得我们的定价真的不合理吗？吃不起就不要吃，人家又没逼着你买这么多，自己买了不爱吃就在这里唧唧歪歪，我忍你半天了。再说我就要动手了哈！一群冤大头，活该你们被这么骗钱。就这么点破鸡呀，不是爪子就是脖子，卖的这么贵，还不是黑店，再好吃也不值得这个价钱。今天我们开业，没想到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体验，非常抱歉，麻烦你回去告诉邵老板，我们家只是小本生意，配方是祖传的，真的没办法卖给他，求求他给我们留条生路吧，要不然大家都不要活了。邵老板，开酒楼的怎么听着这么像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楼的掌柜不就姓邵吗？有人愿意当冤大头被人忽悠，那就当吧，反正我是不当。一开始说陪你到老的人，现在他还在吗？是不是承诺总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你才转身退下？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最美的花？还记不记得我的长发？如果有一天我已白了头发，你的誓言你还记得吗？接上回，经常日赚100万的粉丝们注意了，数钱的时候可千万不能把手给数抽筋了，因为实在是太多。钱姐儿啊，今天我们一共是收入32两，赚麻了。忙活这么一天，竟然只卖了30多两银子，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入2块5啊，我还以为日赚100两呢。哎呀，钱姐儿啊，30多两银子还嫌少啊？不少了，不少了，才半天就把货卖断了，还有好几十个人排队呢，简直就是赢麻了。今天这生意看起来是已经不错了，抛去成本，今天也算净赚20多两，这样说起来好像也不错。11得1， 12得2，38妇女节，99 80亿，不得了啊，不得了！一个月就是600两，一年就是7200两，10年就是7万两，100年就是70万两，不得了！发了发了，我叶秀云这辈子都花不完，根本花不完。不过呢，今日刚刚开业，加上购买2两银子有炸鸡送，还有很多人想要尝尝鲜，所以卖得多，后续收入可能会有所下降。可就算下降，也降不了多少吧？这已经是一个月上100两的生意了，就算是牛头村的老财主也得给我端茶倒水。这玩意咋和做梦一样啊？快醒醒，月入100万啊！就算是放在镇子上富户家，见了我也得低头啊！钱姐儿，这些都给你，我就是喜欢数钱。为了庆祝今日咱们估计卤味第一天生意如此火爆，各位粉丝都有功劳都有奖金，欢迎来领取。今日大家做的都很好，今天的奖金是奖励大家的。大小姐，这可使不得，
我们本就是顾家的下人，给东家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咋能给我们这么多银子？大小姐，你快拿回去，大恩无以为报，你不要折杀小的一家了。当初顾家雇他们就花了小20两银子，如今只是在铺子忙了一天，就要给他们家4两的奖金，这咋行？自然不是日日都给你们的。今天铺子开业是大喜的日子，你们都累了一天，今天大家高兴，都拿着，谁都不许拒绝。今天开业，大家都高兴，你们收着就是，不是日日都这样。今天是喜庆日子，大家都沾沾喜气。当家的，既然夫人、大小姐和老夫人都这样说了，是庆祝今天开业，那咱就收着，不说好像将这喜气给拒绝了一样。日后咱们一家好好给大小姐干活，比啥都强。夫人、大小姐，日后我们一家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们。我要你们当牛做马干啥？你们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够了。说完，又招来几个小家伙，一人给了一个小布兜，不大的一个，是之前叶秀云缝来给几个孩子装零嘴的。你们今天也很棒，你们也有奖励，这些铜板都是你们凭着自己努力挣来的，怎么花都随你们。我要攒起来以后给大姐花，大姐花钱可厉害了，等够了给大姐买兰博基尼。不要难过，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吃过晚饭，宋时宴就要离开了，刚走出院子，后面传来少女清脆的声音：等一下，这是你的。不用给我，我不需要这东西，这东西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其实也没多少，今天盈利28两，给范家的银子算我的，股份协议上写了，你作为投资人，盈利拿30%，凑整就是8两500文。不用，我的分红就当做我在你家吃饭的饭钱。说到底，你们家的生意是靠你们自己做起来的。我只是借了你些银子，没道理拿你30%的盈利。那胡野咱们是一起打的，我总是去你家吃饭，过意不去，我不想欠人情。对啊，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愿意在我家白吃白喝？虽然也算不上白吃白喝，但是男人嘛，总得要些面子不是？行，那我也不和你客气了，那银子就当我和你借的，放心，我会给你算利息的。其实打猎并不稳定，如果你不介意，这银子还是当做你说的投资。不过我什么力都没出，你也并不是非常缺银子，所以分成我拿1成就好。好，只是1成是不是太少了？不少，就算没有这银子，你的铺子也会开起来。说起来，是我占你便宜了。分完钱，顾浅浅直接回了屋。宋时宴忍不住失笑，将钱袋子握在手里，转身回了家。而另一边清溪镇的天下第一楼内，和这边的开心热闹情况就大不相同。掌柜的，今天情况好像不太妙。今天一个生意都没有吗？是，今天真是奇了怪了。往常怎么说我们生意也得是有那么些老主顾的，可是今天结尾去看的回来没有？到底是谁？该不会又是那个卖卤肉的那一家吧？掌柜的，我回来了。怎么回事？就是那一家，生意可真是好。我在边上偷看了好一会儿，又按照你的吩咐都说了一遍，可是这些冤大头不但不听，甚至还把我骂了一顿。真是没有的东西，还打听到什么？掌柜的，他们还说让我来求你放过他们，否则就对你不客气。这下整个清溪镇都在议论您掌柜的。怪不得今天一个客人没有。一群蝼蚁，刀割都不如的东西，还敢和我作对？看来我前面对这群大太仁慈了，先让你们蹦跶几天，给我等着，不让你做生意。嘿，我要让你嘎在清溪镇。次日一大早，顾浅浅一家老小又去了清溪。爹啊，爷啊，儿子我出息了。虽然我没能把咱家的铺子干起来，但是我租的人他做到了，让咱家的铺子红火起来了。感谢爹啊，顾姑娘啊，早啊，我是谭卓啊，你瞅瞅我。哎呦，谭老板，你这是咋的了？咋这么早就过来了？昨日人多，倒是没注意到谭老板，还以为你没来，真是失礼。只是没想到这顾记卤味原来就是你家的，恭喜啊！谭卓说这话的时候，只觉得肠子都要悔青了。早知道他家的生意就是这顾记卤味，他大概也不可能只要5两银子1个月就租了铺子。对啊，家里做吃食生意，我以为谭老板能猜到的。我猜到个屁！你那一副生怕赔了5两银子都犹豫半天的样子，谁能想到你家里生意这么火爆？谭老板要是没事，那我就去忙了。那个，你之前不是说你这铺子里缺人手，要不我来你家帮忙？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加上我对这铺子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个工钱你看着给就行。行，既然你觉得给我家做工没什么，
那我自然是高兴的。工钱的话，1个月800文，如果做得好，月底再加200文奖金，你看可行？行，我现在就可以上工。我可真是个机灵鬼，我租给他5两，每个月挣1两，那就是有6两，还包吃包住。谭卓一心二用，看着林氏几人怎么卖卤味，怎么算账的，一来二去的就看明白了，直接咧开嘴笑呵呵的去招呼客人。这伙计找的好像还不错。第二日顾家的生意依旧红火，比之昨天有些下降，但是并不多。一天下来，盈利依旧有20多。从花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想要把深爱紧紧握在手中，蓦然发现你已不见。接上回，顾钱钱除了搞夫人，应该也会把人搞死。院子里已经来了10几个帮忙的人。哎呦，各位街坊邻居啊，大妹子啊，你们来的可真早啊！这一有事还得要麻烦大家，真是太感谢大家了。恭喜顾嫂子啊！看你这客气的，你家办喜事，咱能不来早一点吗？就是啊，恭喜顾嫂子，有啥忙活只管吩咐就是了。没想到我叶秀云这么快就要住上这豪宅了，赢麻了。现在这日子神仙也换不来，那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哈。现在的顾家就是不得了，如今乔迁在门外更是一大早就已经是围了不少人，没有通知的也带着贺礼上门，而葛家就成了村里笑谈的反面教材。有什么好炫耀的？你们这些人，这么激动有啥用？又和你家有个半毛钱关系？赵三嫂啊，你咋不进去哈？呀，咱村又来大马车了哈！现在大马车还有啥稀奇的？肯定是来顾家的，是不是那个傅大少爷啊？不是，没有傅大少爷那个马车气派，但是看着肯定也是大户人家的马车。就不走了。老爷奇了怪了，我已经走到村尾了，这才看到人，村里的人都不知道哪去了。走，下去问问。与此同时，距离满水村还有不到1里地的小路上，一辆豪华大马车装得满满登登，正缓慢前行。这顾钱钱真是的，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怎么说，和他也算交情不浅了吧？他还真是顾钱钱，他们家盖房子乔迁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不请我，我呸！我今天穿得够帅了吧？姓宋的不讲武德。大哥，虽然气温回暖，但你的扇子快把我的暖手炉扇凉了。家人们，谁懂啊？有一个大冬天扇扇子的哥哥算是怎么回事？这位婶子，不知道我可否向你问个路？这有啥麻烦的？小哥儿，你要问哪条路？这方圆几个村子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哈。请问满水村顾家怎么走？瞅你这话问的，你这都到了顾家大门口了，还问顾家怎么走？老爷，这就是顾家了。此刻在院子里招呼客人的叶秀云，顾钱钱此刻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抬步走了出去。哎呀，我是不是忘记请傅聪了？我去这是真没把他当自己人啊，怎么说也算是老熟人了，这也算大日子了，把他漏了好像有点不太讲究啊。真的是你啊，掌柜的，我可算找到你了。是你啊，小哥，你这是来我家买卤味了？我家街上开业了。你们就是顾记卤味的老板？正是，不知老人家您找我是有何事？顾钱钱，你个狼心狗肺的女人！呸！亏得我在你开业送了你一个那么大的翡翠白菜，结果你们家乔迁竟然都不请我。老爷，好像是傅家大少爷的声音。哎，干嘛？这么多人呢，想让你亲哥摔个狗吃屎是不是？学生傅雨白见过齐老。傅聪见过齐老。这老头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有钱人？看这架势，傅少爷都要低头，难道是花巨资来收购我们卤味店的？不得了，不得了！看来100万计划又要提前了。算你兄弟俩还懂些分寸，且来吧，在这里遇见倒是有缘。我今日过来，本是想找顾姑娘询问些事情，没曾想不凑巧，赶上了顾家乔迁的大日子，也不好再叨扰。原来是客，既然赶上了，哪里还有回去的道理？还请您赏几分薄面，给我们家乔迁的大日子添添喜气。我去，这是真的香啊！齐老贵人是忙，即使找你有事，那就赶紧请到堂屋。吃什么吃？你家这露天大喜也好意思让齐老上桌？虽然这女人办事不怎么讲究，但谁让我这人为人宽宏大量不计较呢？哼，女人。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唐突了。哎呀，你这厮咋就教不会呢？我们来蹭饭的目的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大哥，
咱们一早为了给顾姐姐他们家送礼，都没来得及吃饭，齐老应该也没来得及吃早饭。对，我们老爷今日出门早，还未用膳。这不就巧了？那等会咱们一道回镇上，我请。顾姐姐，我叫傅雨白，他是我大哥，今天贸然前来打扰。姐姐既然留了齐老吃席，不知我们是否也有这个荣幸留下来吃饭？我去，他爸难道是知道大号废了，练了个小号？还真是的，我们家乔迁，你们能赏脸吃顿饭，是我们的荣幸。这位齐老，虽不知您找我何事，不嫌弃的话，咱们吃完再说。好，如此甚好。你倒是比你大哥聪明。小老弟，齐老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起来很不聪明吗？我的天，这位老头是什么人啊？竟然让那傅大少爷都这么恭敬，这顾家这是不得了了哈，要飞天了哈！有啥了不得的？顾浅浅刚刚那样子，明显和那位老人家不认识。院子里的已经坐下开吃了的众人，见顾浅浅领进来的气质不俗，一看就是城里边大户人家的，顿时一个个坐立不安起来，筷子都不知道怎么拿。咦，这黑不溜秋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木耳，我大姐从山上摘的。爷爷，你怎么连这个都不认识呀？羞羞脸！哦，我怎么没听过有木耳这种东西？这黑乎乎的，你不害怕吗？爷爷，你真没文化，这木耳可是好东西，能。哎呀，忘记大姐说了啥了。哈哈，你这女娃可真是机灵啊！这边还有一整盘，你到爷爷这里来吃好不好？不行哦，我要陪我哥哥们吃饭。爷爷，你都这么大了，要学会自己吃饭了。好，爷爷这么大了，要自己吃。服从一个凤兴县的人，却都留在清溪镇这么久，怕就是因为这个齐老了。这木耳是何物？为何我从未见过？难道这是锦屏府这边的特产吗？并不算锦屏府的特产，这木耳生于府木，每个地方都有。顾丫头啊，你和我仔细说说，这木耳要怎么处理才可以食用？顾浅浅又将这木耳的习性和食用、储存方法很细致地说清楚，甚至将木耳能做出什么菜色都讲得清清楚楚。看来这个小姑娘可以给我要的答案了，哈哈哈，真不错呀，真不错。我去这老头也是不讲武德的，咋回事？我去那么多次，就送烤鸡那次脸色好点，你看他现在的和颜悦色样子，我哪有这个1/1000的待遇啊？齐老面上的喜色愈发的浓郁起来，看着满桌的饭菜，正准备动筷子，只听一串马蹄声夹着院外阵阵惊呼，一匹马不稳的被勒停在了顾家的大门口。看来这是有人专门不让老爷吃好饭啊！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谁有这个胆子。小葵，你慢点，这是怎么回事？你咋这会儿回来了？你不是在镇上看铺子吗？跟我进来。婶子，你们在这里先安抚客人，有事我去。你也拦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我也许能帮上忙呢。今天这里还有贵客呢，招待一下，就是帮个大忙。出什么事了？不着急，慢慢说。大小姐，有人嘎了，咱们店里有人嘎了。妾身回顾家，乔迁喜事由来，不仅富家公子，还有大佬在。这时镇上店上铺歌和又传来，饭后妹妹一吃就去到屋来。此时的清溪镇上，这里有家卤肉店，店面前已经是挤满了人。大家快来看啊，这估计就是家黑店啊！他们家卖的东西是要吃嘎人的呀。我男人昨天吃了在他们家买的卤味，昨天晚上就说不舒服，今天直接晕倒在了家里。善药堂的大夫都说他这是吃了有毒的东西，中毒了呀。爹，你不要嘎呀！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可别胡乱诬陷我们。你男人说不定就是吃了别的东西，你不抓紧救治，还在这里耽误功夫，到最后人真的嘎了，那也都是你耽误的。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用我男人的命来冤枉你们家？大家快来看看这顾忌的嘴脸，简直丧尽天良啊！大家伙可要帮我娘俩做主啊！你是想要做什么主？是想要你男人的命，还是想要我的米，还是想要这卤味的配方？哦，我认识你，你是这顾忌的掌柜，就是你卖的那些乌漆嘛黑的什么卤味。你说你在里面加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把我男人害成这样？掌柜的，你可来了！我都说了，咱家卤味没问题。昨天的卤味那么多人买了都没事，他吃了怎么就会出事？一定是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吃了我们铺子的卤味这样的？我们家每天卖那么多卤味，可从来没出过事。别以为到我们铺子门口哭哈撒泼就能把屎盆子扣我头上，不知是哪位善药堂的大夫给看过了。不错，正是老夫。怎么，就是你这老头看完后得出结论是我们家的卤味让他中毒的？哼，
这人的状态的确是中了毒，而且病患家里人也说了，他除了吃了你们家的卤味，什么都没吃。谭卓，去拿一份卤味出来，给这位老大夫好好看看，咱们家的卤味到底有没有毒。嘿，你这人真是搞笑，看今天的有什么用？谁知道你们家今天的卤味和昨天的一不一样？我男人昨天回家可什么都没吃，就是只吃了你家的卤味。大家伙想想看，这顾忌的卤味如果不是放了什么东西，怎么可能会让人吃了就念念不忘？说不定就放了什么让人上瘾的毒物在里面。我男人这也是给了你们警醒，大家以后可一定要看清楚了，不要再碰这顾忌的卤味了。这伤心欲绝的模样，让不少原本只是看热闹的人，压根就不认为顾家的卤味会有什么问题的人陷入了沉思。听到这话，有些人顿时怀疑了起来。我的老天爷啊，这顾忌卤味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吧？难不成真的放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位嫂子说的也有道理啊，这顾忌的卤味的确让人上瘾，尝过之后就念念不忘。我每天都会来买点。我的天，我身体里该不会也有毒素吧？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看那卤味的颜色黑乎乎的，谁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我可从来没买过，拿东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这个破酒楼怎么这么久都没动静，还以为会是什么新招数，没想到竟是这么拙劣低级却恶毒到丧尽天良的手段。太傅，你这人可知道造谣污蔑也是要犯法的。你这是害嘎了我男人还不够，这是准备逼迫我们孤儿寡母了吗？小妇人给大家磕头了，求大家伙救命啊！估计卤味东家害嘎人不承认，要嘎人灭口了呀！去长方街请荣生医馆的大夫来，好好看看地上这位到底是中了什么毒。顾掌柜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信任老夫了？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整个清溪镇我们善药堂的大夫医术是最好的，现在你要去请荣肉生馆的人，是公然说我们善药堂不行。快去，快拦住他！顾忌的人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善药堂的大夫就在这里，说什么请别的大夫，分明就是要跑，大家快帮我拦住他！哼，你尽管去，你只看那荣生医馆的大夫，知道我在这，要是还敢来，老夫头给你放这。你这是怕我家伙计跑了，还是怕你的谎言被识破？莫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没天理了，相公啊，这人不是人了，你嘎了以后不要放过他，我这就和你拼了！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宋时宴悄然走到地上的男人身边，弯身蹲下，双指抵在男人双眼沿界，往下一拉，观察男人眼底，对男人进行了检查。哥哥，我爹爹是不是要嘎了？不会嘎的，你放心。你干什么？离我男人远点！救命啊！嘎人了，嘎人了呀！顾小老板，你这是干什么？你赶紧把人松开！怎么还动上手了？这是恼羞成怒了。我们这些人可都看着呢，清溪镇可由不得你为所欲为。报官，快去报官！顾忌的人疯了，恼羞成怒，要嘎人了。那就劳烦这位大哥赶紧去报官，还我们一个公道，也还地上这位大叔一个公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大家别听他在这里乱说，他就是想要撇清责任，做梦！你就是想要害嘎我男人，然后就嘎无对证，是不是？这是说谎说的多了，怕是连自己都信了吗？孙王氏，你别扯别的，我男人要是嘎在你们店门口，你们都得给我男人一起去。孙王氏，顾小老板怎么知道这妇人是谁？他不是刚到吗？怎么还不去报官？县衙离这里可不近。算了，摊主你去，会骑马的话直接骑马去。会，我学过，骑的可好了。光在我们家门口哭喊说我们害嘎你男人，却不敢报官，怎么怕官府查出来你男人中的毒有蹊跷？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始就报官吗？你什么意思？自然是想看你把这戏做大。你不是想让我被所有人谴责唾骂，毁我顾忌声誉吗？那不如看看你带动起来的这些人，知道把你男人害成这样的罪魁祸首是你，这样才更精彩，不是吗？你放屁！你胡说八道！分明就是你们害的我男人，就是你们！大哥哥，求求你救救我爹！你不是说我爹不会嘎的？呜呼呜！孟大夫，快阻止他，他要嘎人了，不许动我丈夫！无知小儿，还不赶紧将针拔出来！你这样乱扎，会扎嘎人的。扎嘎也好过你眼睁睁看着他中毒直到打。你不要急，等会才有你的事。那人脸色是不是没有之前青紫？怎么会这样？那毒明明孟大夫给看了，这不好的呀！
让开，都让开！衙门办案都退远点，要不然统统抓回去。太爷，就是这群人来我们顾忌打杂，诬陷我们的东西有毒。你给我滚开，离我相公远点！放肆，当着我们的面都敢行凶，是不是想去吃牢饭？是他先动手的。差爷，我要撞到地上这个女人，也就是孙王氏，下毒害人，还要嫁祸给我们，诬陷诽谤我们顾忌鲁卫的声誉。你胡说！分明就是你们家的鲁卫把我男人害成这样，你竟然颠倒黑白，倒打一耙。那是我男人，是我儿子的爹，我怎么可能会下毒？分明就是你们胡说八道。行了，跟我们回县衙，到时候谁是谁非，谁有冤屈，自然有大人定夺。你一个小丫头，就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了，全部带走。